末世来临，当所有人都在抢水抢食物时，我却去捡没人要的黄金。众人都在笑我是个傻蛋，他们却不知道，这就是我在末世活下去的关键。就在不久之前，我意外杀掉一只丧尸，吃掉掉落的金盒后，竟然觉醒了空间异能。随后我便发现，只要我一睡着，就会穿越到另一个完全正常的平行世界，并且能从空间里取出捡来的黄金。这居然是真的！我真的连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箱子里面除了30根金条，还有一堆收藏级别的帝王绿翡翠，价值可能超过1个亿。发财了！只要想办法让末世位面的我活下去，黄金、翡翠、宝石这种无人问津的东西，不是随便捡吗？我赚钱了，我都不知道。喂，赵哥，小李，最近这几年楼市一直处于下行趋势，你那个房子我不租了，我打算出手卖掉。赵哥，这房子我住了3年，都快当成自己家了，搬走还有点不适应。您看，要不直接把房子卖给我啊？我急着用钱，如果你能在半个月之内全款支付，我可以260万卖给你。好，明天上午10点，咱们就去过户。挂了电话，李凡二话不说，拿起金条就准备去换钱。老板，回收黄金吗？闹呢，黄金回收店能不收黄金吗？那老板你看看这个，我靠，500克的大黄鱼啊！99成稀罕物，老弟，按现在行价1110克收，怎么样？好，就按这个价吧。为免引人注意，李凡分批在不同店铺出手了金条，总计到手1600多万元。现在有钱了，接下来得给末世位面的自己弄点保命的东西。随即，李凡来到特殊市场买了一些生存武器，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将其收入空间。随后又去了一趟大型商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采购。忙完一切，已是晚上8点多，疲惫的李凡倒头就睡。而在他意识沉入梦乡的同一刻，末世世界的李凡睁开了眼睛。看来我和平行位面的自己不能同时清醒，等同于一个思维意识轮换支配2具身体。如果这边的我沉睡时有丧尸入侵了，那可就危险了。看来得找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才行。随后，李凡从空间取出物资，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好久没吃这么饱了，现在体力充沛，要不出去找找落单的丧尸？如果能找到金盒，也许空间可以变得更大。李凡从20层开始，小心翼翼向上清理，直到29层，收获了不少遗落的财物。可惜没有遇到任何丧尸。难道我这一栋的人都逃走了？没有人变成丧尸？扫完这一层，要是再没有，就只能去外面试试看了。李凡继续扫楼，直到打开了3001号门。金盒强化后的身体反应极快，李凡一刀劈出，第一只丧尸就解决了。而剩下2只丧尸，由于受到了门户狭窄位置的阻挡，根本无法一拥而上，直接被李凡2下了结。虽然身体素质提升了一大截，可这一次要是没有开山刀，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看来以后尽量不与丧尸缠斗，争取做到一击必杀。李凡一边复盘，一边在丧尸体内寻找金盒。只是这3只丧尸只有1个拥有金盒。看来不是所有变异体脑子里都有金盒啊，或许要进化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随后，李凡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他并没有将这颗金盒留给都市位面的李凡，而是选择自己服用。都市位面的我没有生命危险，而末世里危险重重，我需要先提升实力，确保生存。刹那间，李凡变得全身通红，浑身上下都仿佛撕裂一般疼痛。我能清晰感受到全身的肌肉细胞正在快速分裂，应该是在金盒的影响下，身体开始进化了。我感觉自己现在有使不完的精力，就连脑海中那个空间都扩大到了2立方米了。是丧尸还是人类幸存者？有人吗？你是谁？我叫顾思思，我听到了你消灭丧尸的动静，觉得你应该也有能力搜寻到物资。我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你能给我一点吃的吗？顾思思，在末世爆发前，她好像是南都大学的校花，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不过末世降临，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高贵的身份，现在也不会有人高看你一眼。我凭什么给你吃的？真的有吃的，对不对？只要你能让我吃饱，我可以拿东西和你交换。进来吧。当顾思思走进房间，看到桌子上的食物，嘴角流出了不争气的泪水。哇塞，真的有吃的，虽然不多，但是应该够吃几天的了。你脖子上的项链不错，可以换2天的伙食。有人想用3.5亿的蓝宝石换你一碗猪脚饭，你换不换？你看我像大冤种吗？不换，亏麻了。这可是丧尸爆发的末世，这些破石头加起来还没1桶泡面的调料包值钱。这可是浩宇之蓝，真的不能多换点食物吗？顶什么用？就2桶泡面，换不换？我真的很饿，求求你了。唉，我再送你一瓶水，换就换，不换就走。
我都做好最坏的准备了，没想到他只要项链，难道我已经没吸引力了吗？顾思思果断取下了皓羽之蓝，和李凡交换了2桶泡面。真是个傻小子，末世里宝石有啥用？如果我没有看错，这应该是顶级蓝钻，至少值3个小目标。顾思思虽然很漂亮，但在我强大前，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将蓝钻收进空间，李凡倒头便睡。当他再次睁开眼，早上9点，时间刚刚好。赵哥，钱我已经准备好了，咱们随时可以去过户。好，我马上到你楼下，咱直接去房管局。赵哥，你也玩翡翠啊？嗨，我就是做这个生意的。要不是最近运气被连续切垮好几块高价原石，导致流动资金枯竭，我也不至于去卖房了。巧了，我这儿正好有只成品手镯想出手，赵哥给看看。要是2、3千的普通货就算了，如果是种水比较好的，倒是可以看一看。赵大海不以为意地接过手镯，却在入手的一刹那如遭雷击。这冰凉的触感，这温润细腻的材质，这绿色简直绝了！以我在玉石界混了30多年的经验来看，这是市面上非常稀有的帝王绿翡翠，保守估计价值应该在8000万以上。老弟，这镯子你真要卖？是的，一口价8000万，你如果愿意出的话，我就以这个价格卖给你。说实话，8000万的现金，我短时间内恐怕凑不出来。我现在有2个方案，一是放我店里代卖，我抽成10%；二是我用一套别墅加一套江景大平层抵给你，市值也差不多8000万，你考虑一下。赵哥，方案不急，我倒是很好奇，你到底有多少套房子啊？也不多，就50多套吧。50多套还不多？赵哥，这一波属实给你装到了。唉，小李，说多了都是眼泪。别人都以为我很风光，其实我是负债累累。当初迷上了炒房，高位接盘，现在每个月光还利息就需要上百万，而且这些房子现在都不是资产，全是负债。现在谁要是帮我把贷款还了，我免费把房子送给他都行。赵哥，此话当真？当然是真的。小孩子才做选择题。那行，不用选了，你说的这2个方案我全都要。李老弟，仅仅一只帝王绿翡翠手镯还接不了我的盘，如果是2只呢？这，你居然有2只！赵哥，你的50套房子，我这2只手镯够接盘吗？应该还差一点点。如果再加上这副项链呢？这是海蓝之星吗？不对，这比2年前拍出3.7亿的海蓝之星还要更大一些，品质也更高。李老弟，这3件宝贝你都要出手吗？就按照之前说的，一只手镯用来换房，另外一只手镯和项链就通过你的渠道进行售卖吧。这小子不会一直跟我玩扮猪吃老虎吧？李老弟，那咱们现在就去过户。耗了整整1个礼拜，50多套房产的过户手续终于办完了。与此同时，那2副帝王绿翡翠手镯和蓝宝石项链总共卖了5.6亿，李凡到手2.8亿，外加50套房子。而末世的李凡在大量食物的供给之下，疯狂锻炼自己，身体各项指标都在大幅度增强。唉，雪越下越大了，幸存者的日子恐怕更难了。感叹完，李凡便从空间取出酒精锅，倒入矿泉水和火锅底料，再拿出羊肉卷、牛肉卷、水晶嫩牛肉、脆皮火腿肠、鱼丸、虾滑、白菜、金针菇、香菇、牛肉丸子、土豆片、山药片、藕片、酸奶、可乐、啤酒，开始涮火锅。爽，这他妈才是生活。吃饱喝足后，李凡提起开山刀就下楼了，很快就遇到了一只落单的女丧尸。我只出1刀，你若能赢，晶核归我，命归你。运气不错，第1只丧尸就有晶核。然而好运没有持续，他一路清理，从第2只、第3只，直到第30只刀口卷刃，也只收获了5枚晶核。兄弟，身手不错啊！末世降临，所有人见到丧尸都立即逃命，只有我热烈欢迎，甚至希望来的越多越好。只因为我能从丧尸体内提取晶核，从而强化自己的身体。靠着这个秘密，我默默变强。没想到的是，我刚舔完包就被5人拦住了去路。别紧张，我们不是掠夺者。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强，是一名2级力量进化者。戴墨镜的兄弟叫老鹰，枪法特别厉害。染红毛的小子叫红毛，是一名1级火系异能进化者。
剩下的这2位美女，左边的叫周小倩，是一名水系1级异能者。另一位叫暗影，和我一样是一名2级进化者。你也知道，咱们进化者晋级需要摄入大量食物，只有强者抱团取暖，才能更好的晋级和搜寻食物。你有兴趣加入我的团队吗？看来这个末日比想象中还要更加危险，居然还有其他人也觉醒了异能。看着几人的架势，如果我不同意，恐怕不一定能安全离开。咱们团队有水系1级异能者，只要你加入，以后干净的水源你随便使用，而且咱们团队一起行动，还能获得更多的物资。大哥，小弟终于找到组织了。你们都不知道，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到现在，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每天都吃不饱，穿不暖，我感觉自己活的就像是一头行尸走肉。如今我终于苦尽甘来，遇到了你们。无漂泊半生，强哥若是不弃，无愿拜为义父。拜为义父就不必了。在这末日世界，连咱们这样的进化者团队都不一定能保证每天吃饱，你一个人自然更加艰难了。不过你放心，你既然加入了我的团队，至少也能让你吃个半饱。张强说完这番话，直接从背包里面拿出了半截火腿肠。我尼玛，只有小半截，这明显是被人咬过的好不好？你就准备拿这个来收买我？李凡接过半截火腿肠，露出一脸感激涕零的表情，随后转手就将半截火腿肠递给了暗影。暗影大佬，小弟无功不受禄，这半截火腿肠就先给您吃吧。我才刚刚加入，怎么能享用如此珍贵的美食？你小子倒是挺上道，若日后你遇到危险，我可以出手救你一次。暗影接过半截火腿肠，小心翼翼地藏好，居然不舍得当场吃掉。行了，咱们开始分头搜寻物资吧。2个小时后重新在这里集合。还是老规矩，搜寻到的物资30%上交团队，剩下的可自由在团队内部交换。张强分配好任务，其他人直接就开始行动了。而李凡对于搜寻物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不一会，他就逛到了一家破败的金店。末世只有食物和水才是最珍贵的，黄金丢在地上都没人捡。李凡将那些黄金首饰一点点的收集起来，随随便便的就捡了不下200件。这里还有个保险柜，李凡用暴力将其撬开，里面居然足足存放着50根金条，每根金条标注了1000克。这里的金条估计值2000多万了，血赚一笔。2个小时后，众人回到了集合点。这一次我们没有找到任何食物，只是干掉了20头丧尸，总共收获6枚金盒。我跟鹰眼一人上交1枚。我杀了30头丧尸，收获5枚丧尸金盒，并且还找到了1包泡面。不愧是2级进化者，一人单独行动2个小时就能有这样的收获，实力不俗。我和周小倩杀了50头丧尸，总共收获10枚丧尸金盒，并且找到了1包瓜子。我没收集到丧尸金盒，但是刚刚我路过金店，心血来潮之下就敲开了他们金店的保险箱。我本来以为金店的保险箱装的应该都是黄金，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他们金店的保险箱里装的居然全是食物。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老六，竟然这么狗，把食物藏进金店保险箱里。李凡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他的双肩包，只见包里面装的全是食物，光是火腿肠竟然就有足足30根，还有6桶泡面。更加让人激动的是，里面居然还有1包5公斤的大米。我操你大爸，太狗了，实在太狗了！我怎么没想到，居然会有人把食材藏进金店保险箱里。李凡，按照规矩，你获得的食材有30%需要上交团队，另外的70%食材，你看看有没有想要兑换的东西。我能用食材兑换丧尸金盒吗？不知道需要多少食材才能兑换1枚丧尸金盒？2桶泡面就能兑换1枚丧尸金盒，3根火腿肠也能兑换1枚，大米1公斤兑换1枚，你觉得怎么样？我操你大爸，这张队心也太黑了！如果是我们，1桶泡面也能换1枚啊！这么划算的吗？那我全换了。队长，您看看我到底能换多少枚金盒？李凡，我看你是新加入的，也就不跟你计较了。今天咱们收获的所有丧尸金盒就全给你了，总共21枚，你收好。谢谢队长。至于这些食材，今天咱们团队开大餐，直接吃大米饭、泡面加火腿。周小倩，你来准备水，顺便找个锅回来。红毛，你来准备烧水煮饭。接下来，进化者团队直接找了个别墅，开始生火做饭。而李凡则找了个单独的房间，服用了丧尸金盒，滚烫的感觉再次席卷全身，随后是剧烈的饥饿感。幸好早有准备。李凡从空间取出食物，疯狂进食，如此循环往复，空间中准备的食物直接被他吃了个精光。看来服用丧尸金盒要搭配好足够的食材才行，不然很容易就把自己给饿着了。就在这时，李凡听见脑海轰隆一声，手心竟凭空凝聚出了一道无形的空间之刃。去！唉，好饿啊！什么人？这棵大树，咱们进来的时候是好的吧？刚刚竟然被人切成了2半，这要是切在咱们的脖子上，
怕是瞬间就可以领盒饭了吧？切口平整，不像是普通刀具或异能，有可能是3级异能者，或者是掌控了空间异能的2级进化者。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附近已经出现了比我们更强的存在。这样的大佬这么做到底是意欲何为呢？难道是向咱们示威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以对方的实力，如果要对付我们，咱们团队6人，恐怕1个都跑不掉。对方应该没什么恶意，也许只是警告一下。李凡人呢？队长，这小子服用了丧尸晶核，又没给自己留一点食物，结果硬生生把自己给饿晕了。这些人也真是虎，没食物也敢吃晶核，2级进化者都不敢这么玩。给他灌点米汤吧，别真饿死了。我看他运气还不错，刚加入就能替咱们搜寻到这么多食材，没准是个锦鲤体质，也许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都市李凡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他心念一动，取出了所有黄金首饰、金条，还有13枚丧尸晶核。末世的我恐怕已经成功晋级为2级异能者，否则不可能诞生空间之刃的能力。不过这个能力消耗太大了，我还是要多准备高能量食物。随即李凡来到了当地有名的酒楼，足足点了30多种美味佳肴。服务员，你家的菜都挺好吃的，照着菜单给我炒1本，打包。我的乖乖，这是饿死鬼投胎吗？对了，我看你们酒楼到饭点怎么都没什么人啊？隔壁开了一家网红餐厅，人都去那边凑热闹去了，我们这店快干不下去了。反正我需要大量食物，要不干脆把这家酒楼买下来，以后专门给自己做饭吃，也省得以后点外卖了。服务员，把你们老板叫过来一下。好的，您稍等。先生您好，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孙大彪，您对菜品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我对你们家菜品挺满意的，就是想问一下，你这酒楼卖不卖？你要买酒楼，开个价吧。200万，这么便宜？没办法，你也看见了，咱们家店里生意不好，200万能回点本，我也认了。反正在末世位面，随便在一个金店转一圈都不止减200万。那行，就200万，成交。你不讲价，这就买了吗？对啊，你愿意卖，我愿意买，这有什么复杂的吗？咱们直接签合同转账吧，我还赶时间呢。这年轻人，我操！对了，兄弟，我把酒楼的房东电话给你，你以后直接跟房东对接租金就好了。对了，听说这店铺的房东前段时间刚刚换了人，我也不熟悉，我先打个电话问问。孙大彪这边刚刚拨通电话，李凡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喂，是新房东吗？我是现在的租户孙大彪。啊？啥？我是双喜酒楼的房东？我操，你大爸，你竟然是房东！不好意思啊，房子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这间商铺居然是我的。我操，你大爸，你这逼装的够狠！这间地处市中心的酒楼商铺，售价高达1000多万，居然都不记得这是自己的房产，这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是得有钱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此等忘乎所以的境界？李少，恕我冒昧，您是做什么生意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我呀，就喜欢捡点垃圾卖钱之类的。我操，你大爸这么低调的吗？原来如此，李少，不知道小弟有没有机会跟着您混？刚好我卖了酒楼也失业了，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要是李少您愿意收留，小弟愿意为您鞍前马后。那正好，反正这间酒楼我也没空打理，后面也是要请店长来经营的。你要是愿意，那你就先当这个店长吧，我给你每个月5万的工资。每月5万，就算是双喜酒楼生意最好的时候，都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纯利润。李少，我老孙是个实在人，不怕跟您讲，其实这间酒楼一直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由于菜系过于复杂，没有找到自身定位，高端客户嫌我们不够格，普通客户又嫌我们贵，所以生意确实不太好。您给我开5万的高薪，我就怕自己没这个能力把酒楼经营好。没事儿，酒楼生意好不好其实无所谓，我买下这家酒楼也就是买个私人餐馆而已。这家酒楼的营业目标就是把我服务好，给我做最好的美食，替我采购物资，我要吃的菜品必须第一时间满足。以后你们的目标就是研究全国美食菜系，酒楼赚不赚钱都无所谓，咱也不缺这3瓜2枣。我操，你大爸，咱这还有30多号员工呢，每个月发工资都得20多万，你是打算纯亏吗？这难道就是有钱人的格局吗？好的，老板，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您有任何需求，整个双喜酒楼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替您满足。那你就先将这张菜谱上的所有菜给我全部打包1份，送到我家。食物送到后，李凡取出1枚丧尸晶核，当即服用了下去。与末世的感觉一样，一股灼烧的感觉迅速蔓延到全身每一个部位。李凡开始疯狂进食，等饥饿得到缓解，他再次服用了第2枚丧尸晶核，如此循环往复。当服用到第10枚丧尸晶核的时候，李凡只感觉意识一阵轰鸣，脑袋好像要爆炸，脑海中的空间也增加到了20立方米，随后便彻底晕了过去。
李凡，你小子状态怎么样？大哥，我都快饿死了。昨天莽撞的服用了丧尸晶核，没想到会那么饿。你要多谢你两位姐姐给你灌了2碗米汤，要不然你真不一定能顶得住。谢谢两位姐姐，以后小弟要是找到了物资，一定加倍返还给你们。李凡，咱们的食材已经不多了，而你又没有任何贡献，所以今天的早餐你只有1块馍，这是团队暂时借给你的，你需要通过搜寻物资来进行偿还，或者支付2枚丧尸晶核，用来抵消你的早餐。我操你大爸！昨天才说加入团队可以吃个半饱，物资上有保证，今天一大早就开始欠债了。队长，我还是先记账吧，等我搜寻到物资，立马就还给团队。李凡还是小心翼翼地将馍给接了过来，象征性地咬了2口。特么的，真硬，真难吃。这种难吃的食物，狗都嫌弃，还要支付2枚丧尸晶核。昨天交易食物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个兑换价格，我看你已有取死之道。吃过饭，一行6人离开了别墅小区，向市中心的沙雕城进发。根据我的观察，沙雕城一直被丧尸群占据，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资。咱们只要能把沙雕城清理出来，就不愁吃喝了。队长，咱们真的要猛攻沙雕城吗？这里面的丧尸实在太多了，如果万一被丧尸群包围，很危险。谁告诉你咱们要猛攻沙雕城了？这里面的丧尸那么多，猛攻肯定不占优势。但是咱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清理，多清理几次，里面的丧尸自然就少了。李凡，你去引怪，把丧尸勾引过来，一次引个几十头，然后咱们占据有利地形进行伏击。队长，为什么是我去引怪啊？我才刚成为进化者不久，去沙雕城勾引丧尸实在太危险了，我不去。就是因为你实力不足，所以才需要多锻炼你。而且本队长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你可以不去，但后果自负。你可以想清楚再回答我。这张墙真他妈不是个东西，要不是老子成功突破2级异能者，这波去引怪8成要凉。大哥，我去还不行吗？这才对嘛。李凡，这次你去引怪虽然危险，但是风险与收益并存。只要是你引过来的丧尸，斩杀后的2成丧尸晶核都归你。到时候凭借大量的丧尸晶核和生存物资，你要不了多久就能升级为2级进化者。去吧，我很看好你。沙雕城里面有这么多丧尸，极大可能会出现2级丧尸。如果被2级丧尸盯上了，我一个1级进化者能跑得掉吗？不过还好，我昨天已经成功晋级为2级异能者。最后到底是谁给谁打工，这还真不一定。强哥，你们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为了咱们美好的将来，一起努力。说完，李凡握着开山刀，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沙雕城。队长，根据我的鹰眼扫描，这沙雕城里应该是已经诞生了1头3级丧尸王和10几头2级丧尸。你让李凡那小子去引怪，不是100%死定了。一个普通的1级进化者，死了就死了，大不了再找一个就行了。这沙雕城里面的2级丧尸晶核才是我们的目标。老鹰，你给我把李凡那小子盯好了。如果他引来的只是几头2级丧尸或1级丧尸，那就按照原计划进行伏击。他如果把3级丧尸王给引来了，那咱们就立马跑。李凡刚刚走进沙雕城，立马就有几十头游荡的丧尸发现了他，闻到新鲜血肉的气息，立马疯狂朝他扑了过来。其中有一头青年丧尸动作尤为矫捷，他猛地躬身，下一秒如离弦之箭冲来。我操，这是什么鬼东西啊？丧尸能跑这么快吗？大哥，救命啊！2级丧尸，有2级丧尸！李凡的呼救声顿时吸引了更多的丧尸。当他从沙雕城门口跑出来的时候，身后足足跟了300多头1级丧尸，外加3头2级丧尸。队长，有3头2级丧尸，还有300多头1级丧尸，要按原计划进行吗？丧尸王没出来，先集中火力干掉这3头2级丧尸，剩下的菜鸟丧尸再慢慢解决。3头2级丧尸被干掉，剩下的1级丧尸被小队5人堵在巷子里面。1个小时后，300多头丧尸直接被进化者小队清空。已经收获了3枚2级丧尸晶核，今天回去以后，完全有希望突破为3级进化者。在这种秩序崩坏的末日时代，像我这样的进化者理应成为天地主角。李凡，这一次你表现得很好，咱们这波算是大丰收了。所有的丧尸晶核先由我统一保管，等回去以后，我再给你们进行结算。大哥，跟着你混，我李凡才有好日子。小弟愿意为大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等下我就去引怪。很好，李凡，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张强最好的兄弟。不过引怪毕竟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切还是要小心为上。没关系的，强哥，你们伏击丧尸群同样很危险，你们都没说什么，我李凡又有何怨言？我先去了。
这一次，李凡走进沙雕城，一只埋伏在天花板上的2级丧尸猛然扑了下来。李凡指尖陡然凝聚出一道空间之阵，隔空一划，瞬间将其一分为2级晶核到手。随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弥漫开来，一时间，整个沙雕城里的丧尸似乎集体暴动。这一次，李凡身后足足有700多头丧尸，其中还有一头3级丧尸王。不好了，队长，李凡把3级丧尸王给引出来了，所有的丧尸全都暴动了。那还等什么？跑啊！来不及了，丧尸群已经冲过来了。我操你大爸！李凡，你个龟儿子，谁让你把3级丧尸王引出来的？老子等下再跟你算账。准备战斗！老鹰，开枪！可惜了，我手上要是有巴雷托重狙，一发就能打死3级丧尸王。我去，是我小看他了。原来火球异能加上汽油桶，这威力才是真的牛逼呀！在5名进化者的围攻之下，3级丧尸王终于被活活耗死。张强等人几乎个个带伤，但是这点小伤与杀掉丧尸王的收获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晋升3级进化者，稳了。强哥，你真厉害，3级丧尸王都能被你活活打死。不过这丧尸王的晶核我要了。你说什么？各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凡，空间系2级异能者。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大，谁赞成谁反对？小倩姐是对我不服吗？不，我愿意认你当老大。张强平时克扣物资，自私自利，剥削队友。其实我早就对他不满了。现在张强死了，你是2级空间系异能者，比他更强大，我愿意跟你。很好，我们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小倩姐既然愿意归顺，我自然不会亏待于你。这就是空间系异能者吗？居然可以自带空间储存物资。老大，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已经发现你身上有着一股与众不同的领袖气质，我早已深深的被你所折服，求老大收留我吧，小弟愿意为您鞍前马后。很好，红毛兄弟，你也是我的好兄弟。老大，我也愿意归顺。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但是我非常敬佩像您这样低调有内涵的强者。好兄弟。此时在场的众人只有暗影还没有说话，他是小队里除了李凡以外唯一的2级进化者。现在张强死了，小队其他3人都归顺了李凡，我根本不可能一挑刺。我是2级进化者，我要20公斤大米，你能拿得出来，我就服你。才20公斤，我给你30公斤。此时，汽油桶爆炸的火焰熄灭，丧尸群再次冲了上来。大家都受了伤，暂时先回去休整吧。今天的收获足够让你们所有人都升级为2级进化者。等你们晋级，再过来把沙雕城的丧尸全部清掉。将张强包裹收进空间后，5人小队行动敏捷，很快就脱离了战场，返回了别墅。末日下还能吃到大米饭，简直太奢侈了。光吃白米饭没点配菜，你们也吃得下去？我操，老大你居然还有榨菜！榨菜配白米饭太有味了。今天我要吃10碗白米饭。只要你们跟着我，我可以让你们每一顿都吃饱，想吃多少吃多少。这才是人生啊！以前过的到底是什么鬼日子？为什么不让我早点遇见老大？张强这狗东西真该死啊！吃过饭，李凡给红毛、老鹰、周小倩分别发放了10枚1级丧尸晶核，给暗影发放了1枚2级丧尸晶核后，众人便回到自己房间开始服用。1级晶核的强化效果对于2级异能者而言，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差不多20枚1级晶核才能勉强抵得上1枚2级的。而李凡服用了3枚2级丧尸晶核，接着又服用了60枚1级晶核。虽然没有晋级，但李凡脑海中的灰色空间已经扩大到了80立方米。我好像没有觉醒空间之刃的能力，反而有点像是意念操控。李凡目光一凝，只见不远处的杯子竟然凭空漂浮起来，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直接透体而出，茶几也开始在他的意念下漂浮起来。这是意念控物吗？好神奇，感觉精神力量好像变成了无形的手臂。如果用意念操控像针一样的轻型物体，在精神力量的操控下，完全可以使其高速运动，即便是细小的针，也一样可以爆发出强大的杀伤力。测试完异能，李凡给孙大彪打了个电话。老板，你有什么吩咐？我需要你采购一批物资，顺便帮我买个仓库。采购清单我等会儿发给你。好的，老板。老板要汽油桶干啥？
算了，不管了，反正照办就是了。子轩妹妹，下午等我电话哦。好的，楚晨哥哥，再见。那不是冯子轩学姐吗？她不是李凡学长的女朋友吗？怎么跟楚晨这个渣男富二代走在一起了？你还不知道吧？听说李凡得了精神病，长期家暴子轩学姐，都把子轩学姐的肋骨打断了。这事好像还是子轩学姐的闺蜜爆料出来的，子轩学姐都不让她说。我靠，李凡这么牲口的吗？何止是牲口，简直就是一头禽兽！你们都不知道子轩学姐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她不光殴打子轩学姐，而且还动不动找子轩学姐要钱，学姐不给她钱，她就打学姐。子轩学姐为了给她还赌债，硬生生的背负了30万的高利贷。我靠，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没想到李凡竟然如此人面兽心，子轩学姐差点就毁在这畜生手里了。这时，李凡开着他刚买的劳斯莱斯幻影加长版来到学校。我靠，这是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幻影，得1000多万吧？这不比718拉风10倍？何止10倍，都20倍了。一般开这种商务豪车的都是大老板吧？年轻的富二代都不开这种车，也没这个实力。快看快看，车里的好像是个帅哥。哇塞，好帅呀！开着劳斯莱斯，长得又高又帅，白马王子照进现实了。完了完了，这帅哥直接击中了我的审美，我看着他好有眼缘啊。你好，我叫付豆豆，帅哥，能不能加你个联系方式？付豆豆，我听说过他，他不是大一新生人气最高的校花吗？没想到校花竟然也可以这么主动。你好，我是李凡，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你就是李凡学长吗？好像和传闻中的有些不一样。李学长，这不挺正常的吗？哪里像是得了精神病的模样？李凡，你以为租一辆豪车，在我面前显摆一次，我就会跟你和好吗？你别做梦了，赶紧把车还了吧，别为了一点点男人的自尊心，又欠一屁股债。你这样做很幼稚，你知道吗？滚！李凡，你变了，以前即便是吵架了，你也从来都不会动我一根手指头，没想到分手了居然敢打我，你这个渣男，居然打女人！打的就是你，你不是在同学群说我家暴你吗？说我是个精神病，还把你肋骨都打断了。现在我打你一巴掌，不是很正常吗？不是我说的，是小小说的。林小小不是你闺蜜？那张精神病历截图不是你给她的吗？另外，分手后你要跟谁在一起，本和我无关。但是你为了光明正大的帮富二代，就扮演成受害者来污蔑我，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啊？我不道歉，又不是我造你的谣，而且你本来就得了精神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抛开事实不谈，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错吗？你都抛开事实不谈了，我还跟你聊什么？李凡，你租车装逼，动手打女人，你的渣男面目终于是暴露了。楚晨哥哥已经答应帮我租万鼎书院的别墅，你住过别墅没有？哼，从今天开始，我以后的生活是你这个屌丝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跟你分手，简直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喂，大男！下午，楚晨开车带着冯子轩来到万鼎书院的地下车库，车库里面各种豪车随处可见。一辆保时捷718驶入这样的地下车库，顿时显得毫无排面。这就是顶级豪宅的车库吗？淡定，子轩，不就是豪宅吗？你以后长期住在这里，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楚晨哥哥，你好棒啊！没有你，我这辈子都住不上这样的豪华别墅。我感觉这里连空气都是香的，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搬家到这里了。李凡，你以为租个豪车就能跑到我面前装逼？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我的脸了吗？你做梦！老娘和你谈了3年，你是个什么臭鱼烂虾，我还不知道。你能买得起劳斯莱斯，你怕是连个车轮毂都买不起。你好，请问是楚先生和冯小姐吗？我是你们联系的中介经理，今天下午约好了，我带你们看房的，你们叫我小郑就好。好的，小郑，你直接带我们去看房。在中介的带领下，楚晨与冯子轩2人参观了 DW8栋花园别墅。楚晨哥哥，这套房子我很喜欢，才5万块1个月，已经很划算了，咱们就租这一套吧。那好吧，小郑，你直接联系房东，咱们租了。好的，我这就把房东的联系方式推给你们。听说房东是个年轻人，应该挺好说话的。房东年纪轻轻，居然能买得起这样的大别墅，他该不会也是个富二代吧？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能买得起5000万别墅，实力应该深不可测。如果和这位房东加上好友，没准还能交个朋友。这种大佬平时根本都接触不到。冯子轩刚刚加上房东，突然感觉这个号码有点熟悉。这个人是……喂，您好，是李先生吗？是这样的，今天有2位租客看中了您万鼎书院的别墅花园，想要租您的房子，请问您有时间方便签约吗？要租我房子的人是不是叫冯子轩？是的，这位女士名叫冯子轩，男士叫楚晨。你让他们赶紧滚，老子的房子不租给他。
怎么可能？这栋别墅是李凡的，绝对不可能！我不相信。冯小姐，您难道认识这位房东？他是我前男友。我靠！难道今天装逼不成，要反被打脸？冯子轩的前男友不是个穷屌丝吗？怎么会这么有钱？子轩，其实我觉得这套房子也一般，别墅上下楼梯很不方便，打扫卫生又麻烦。我还看中了一套大平层、万江一品的房子，不但可以观江，风景也更好。我这就联系那边的中介。楚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套房子是刚刚才挂出来的，户型绝佳，装修豪华，而且还有12米观江大阳台。重点是，据说这套房子的房东非常牛逼，是江城的一位神秘富豪，据说有上百套全款房子。楚晨哥哥，这套房子我也很喜欢，咱们就租这一套吧。这套房子的租金大概是每个月3.9万，如果你们确定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联系房东签约。确定。随后中介用手机拉个群，直接将楚晨、冯子轩还有李凡给拉了进来。当冯子轩看见李凡的头像，顿时再次懵逼了。李先生，就是这位冯女士和楚先生要租你在万江一品小区的房子，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签约？冯子轩，你特么是阴魂不散了是吧？刚刚加我好友要租万鼎书院，现在拉群又要租万江一品，房子那么多，你干嘛非要租我的房？我操你大爸！别逼我骂你，我这个人很讲素质，除非忍不住。冯子轩看着群里的消息，整个人都石化了。此刻他的内心直接被震惊到无以复加。万江一品的大平层是李凡的，万鼎书院的别墅花园是李凡的，他名下有上百套全款房，他还买了新款劳斯莱斯幻影。难道李凡是个隐藏富豪？他对我足足隐瞒了3年，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我。你瞒得我好苦啊！难道在一起3年，你都不愿对我敞开心扉，还故意装精神病，让我知难而退？哼，你这个大骗子！这李凡装什么呢？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还就偏不信了。江城房子那么多，难道每一套都是他的？楚晨打开了租房 App， 开始重新搜索房源，很快就锁定了其中一套。子轩，这套江山旭的房子也不错，虽然比万江一品差了点，但是你一个人住也够了。楚先生，江山旭的房子好像也是李先生的。那这套万发的呢？也是李先生的。龙井的呢？还是李先生的。我的妈！这套盘龙山的房子总不会是他李凡的吧？这个确实不是。够了，楚晨，盘龙山的房子都快到郊区了，离我的学校20公里，我租那么远干嘛？我不想租房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我回宿舍了。子轩，别走啊，咱们再看看啊。下午6点半，李凡来到了仓库，将孙大彪准备的物资全都收进了空间。自己一个人去收集金银珠宝，效率太慢，还是组建一个幸存者基地，每天管点饭就能换大量的免费劳动力。突破了！我突破为2级异能者了。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的火系异能至少可以连续不断的释放10几次，而且我还可以凝聚出更大的火球。我也突破了2级水系异能者了。现在我的水系异能不光可以辅助，甚至可以生成上百支兵剑，进行大范围攻击。我的鹰眼侦察范围更广了，已经能够覆盖方圆10公里。我虽然没突破，但是我的速度更快了。当李凡来到客厅时，明显感觉到了队友不一样的气息。很好，看来你们都有突破，咱们今天的任务就轻松了。老大，你就说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吧。我的火球已经饥渴难耐了。咱们今天的任务是清空沙雕城的所有丧尸，顺便解救幸存者。只有聚沙成塔，组建幸存者基地，重建末日秩序，才是未来发展的唯一方向。同时，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考虑。难道你们不想成为基地首领，呼风唤雨，耀武扬威吗？老大，你说的我确实很心动，但是咱们进化者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养活其他幸存者啊？实话告诉你们，我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就觉醒了空间异能，当时搬空了好几个大型超市，空间的资源足够咱们建立一个小型幸存者基地了。只要你们跟着我混，以后就会拥有享用不尽的物资。这是牛肉还是新鲜的？来，今天咱们早上就随便吃顿火锅吧，再给你们1人整2瓶啤酒。我靠，我李凡是不会亏待自己人的。不光火锅食材齐全，连水果拼盘都有。几名进化者除了懵逼还是懵逼，他们万没想到空间异能者竟然恐怖如斯。这都末日世界了，还能吃上如此正宗的火锅，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原本突破2级进化者以后，几人内心不免诞生了几根反骨，可是在李凡的糖衣炮弹轰击之下，他们的反骨瞬间就被磨灭了。一顿饱跟顿饱我还是能分清的，跟着空间系异能者每天吃香喝辣的，这还反个球啊！吃饱喝足后，5人在路边找了一辆汽车，便再次来到沙雕城。不对劲，
今天的沙雕城里，大部分普通丧尸都晋级了，2级丧尸居然也出现了30多头，好像还诞生了2头3级丧尸。丧尸进化的速度怎么会突然加快？你们看，咱们昨天杀的丧尸几乎都被啃食殆尽了，看来他们应该是通过吞噬同类血肉可以加快进化速度。不管怎么说，今天必须清空沙雕城，以后咱们就以沙雕城作为临时基地，收容幸存者。大家准备好战斗了吗？准备好了。上一次李凡已经见识过汽油加火系异能的威力，这次是专门给红毛准备的汽油桶。红毛，准备点火。10个汽油桶接连爆炸，瞬间形成一片火海，上百头丧尸当场被火焰烧烤。哈哈哈，爽！要是有无限汽油桶，老子一个人就能横扫沙雕城。还有谁？丧尸这种生物根本不知道恐惧为何物，死了100多头丧尸，立马冲出更多的丧尸。红毛，该你展现真正的实力了。冲天的火光直接点燃了整个沙雕城，汹涌澎湃的火焰将一头又一头丧尸给烧成了焦炭，就连有些2级丧尸都没能逃脱。老大，2级丧尸和1级丧尸基本已经被咱们给清空了，但是那2头3级丧尸跑掉了。跑了那就算了。小倩，你降点雨灭火，剩下的人去搜寻物资。记住了，这沙雕城里的金银珠宝也全都给我拿着，你们可以凭借金银珠宝找我兑换粮食。老大，咱们这都末世了，你要这玩意儿干啥？我喜欢不行吗？你们只需要知道可以用这些东西找我换粮食，这就够了。1公斤黄金，我给你们换1公斤米。我去，还有这种好事！老大，保证完成任务。今天的2级晶核总共收获有35枚，1级晶核总共380枚。所有的晶核除了有2成需要上交团队，剩下的8成我会按照这次团队的战斗表现进行合理分配。老大威武霸气！另外，你们也可以使用晶核找我兑换物资，在我这里，1枚1级晶核可以兑换5斤大米或半斤牛肉，1枚2级晶核可以兑换50公斤大米、10斤牛肉，金银珠宝也可以兑换粮食物资。老大，我刚刚收集了不少黄金玉石，你看看这些能换多少粮食？这一包的玉石黄金，保守估计价值2000万左右。这一包我算你20公斤的大米，再加你30根火腿肠以及3斤牛肉，你觉得怎么样？老大英明，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还能换这么多的粮食，简直太划算了。老大，我这里也有1包，都是些和田玉籽料、铂金、钻石啥的，这些我算你30公斤大米。老大威武！这个你看看值多少？我操！海洋之心帝王绿全套首饰，这一套帝王绿首饰保守估计也值个5亿以上，再加上传说级宝石项链，这不得值10个亿？给你100公斤的大米，加上100公斤的牛肉，以及100公斤的羊肉，怎么样？可以，不过老大，你也不用现在就把物资给我，这些粮食还是先寄存在您的空间里吧。我带着这么多物资，也不太方便行动。对，我觉得阿莹姐说的对。老大，您把物资现在兑换给我了，我拿在手里不方便。这样也行。周小倩，你来给他们记个账单，方便随时支取。以后你们获得的物资都可以免费存放在我这里，想要随时都可以取。就在众人跟李凡兑换物资时，附近的幸存者们发现沙雕城的丧尸已经被清空，纷纷围拢了过来。我刚刚在附近观察了一圈，沙雕城的丧尸好像被清空了。沙雕城一直都被丧尸群占据，里面的超市肯定还没有被幸存者们洗劫过，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资。孙玉涵，你疯了吧？能干掉上千头丧尸的进化者小队，肯定有3级异能者，人家会让你搜寻物资，企图染指强者的物资，这和找死又有什么区别？咱们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了，没有粮食肯定会饿死，必须试一试。如果可以加入对方的小队，大家就都能活下去了。孙雨涵虽然是一名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进化者，但是他觉醒了极为有用的治愈系异能。不过孙雨涵却有着非常严重的性格缺陷，他这人天生圣母。什么人也敢来沙雕城放肆？不知道沙雕城已经被我们占据了吗？大佬饶命！我们不敢和您争夺物资，只求大佬们能够网开一面，放我们一条生路。够了，都给我住手！能让其他进化者全部俯首称臣，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3级异能者大佬？你们是来搜寻物资的吗？很遗憾，沙雕城里的物资已经被我们搜光了。大佬，我们可以追随您吗？我是治疗系的异能者，我手中的荧光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复伤势，对于你们的团队，我还是有点作用的。可以，治疗系的异能者有资格加入我的团队。我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想让我加入，就必须要收留这些普通幸存者。只要你答应，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此话一出，李凡差点笑了。正愁没人帮他搜寻金银珠宝，没想到这就送上门来了。只是他还是要装作为难。也罢，看你的异能还有几分用处，那就暂时都留下来吧。但是我李凡麾下不养闲人，给你们布置个任务，先把这沙雕城给我打扫干净。今天参与劳动的，每人可以领取半斤大米。只要干活就给饭吃，这直接起飞了呀！2个小时后，沙雕城被幸存者收拾得干干净净，众人开始吃饭。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大米饭了，这也太好吃了。这居然是烤全羊，还是孜然味的。进化者大人们在末世里居然还能吃到烤全羊。不行了，我忍不住了，我要就着烤全羊的味道把我的大米饭干掉。也不知道李队长平时有什么爱好，要是能够投其所好，没准我也能改善伙食。你们这群家伙听好了，别说我不提点你们。李队长喜欢收集金银珠宝，越是有收藏价值的东西他越喜欢。你们要是能够拿出李队长喜欢的东西，不仅能吃到肉，说不定李队长还能赏你们一颗丧尸金核，让你们开启进化之路。找金条可比杀丧尸简单多了。李老大，我是银行总经理，咱们海城就有一个大金库，里面至少存放了100吨的黄金。如果您感兴趣，我可以带您去。大金库很好，咱们今天先休整一下，明天去寻找金库。如果真的找到了100吨的黄金，我记你一大功，不但给你物资，还让你成为进化者。小弟郭富贵愿意为老大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末世前，俺就是一个成功人士；末世开启后，俺虽然过得猪狗不如，但只要给俺一个机会，俺郭富贵照样能翻身逆袭。孙雨涵，你的异能是治疗比较特殊，我破例借给你10枚1级丧尸金核，以及你升级后需要的食材物资。等你升级后，靠治疗术收费还债，你没什么意见吧？我没什么意见，谢谢队长关照。其他人看上去都有点生人勿近，唯独队长李凡看起来是个好人。他收留了那么多的幸存者，还愿意分享物资，足以说明他良心未泯。我一定能感化他。红毛，这次你贡献很大，除了你需要的物资，你还能得到100枚1级晶核和5枚2级晶核。这些晶核全部用完，应该足够你升到3级。谢谢老大，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争取早日突破3级。暗影，你还差多少枚2级晶核才能突破3级？我还差6枚左右。我给你7枚2级晶核以及足够的食材物资，抓紧时间突破。好的，谢谢老大。周小倩，根据这次团队贡献程度，你可以分到5枚2级丧尸晶核，或者100枚1级丧尸晶核，你可以任选其一。老大，我选5枚2级丧尸晶核。老鹰，你的侦察技能很有用，如果有机会，我会替你搞一把巴雷特重狙玩玩。但这次的团队贡献，你只能获得3枚2级丧尸晶核，你没意见吧？没意见，这一次我确实没怎么动手，主要是我枪里的子弹已经不多了，用一颗少一颗，需要省着点。以后有机会我会替你留意子弹的补给。分发完众人的物资后，李凡回到自己的房间。2级晶核15枚，1级晶核270枚，再加上1枚3级晶核，加起来应该足够让末世和都市的我同时突破到3级进化者了。先用2级晶核将身体强化至极限，这时候再服用3级晶核，应该就没风险了。李凡完全没想到服用3级晶核会如此痛苦，身体仿佛要崩溃掉，煎熬整整2小时后，痛苦才如潮水般退去。空间之刃，3级异能者竟恐怖如斯，以我如今的实力，恐怕一念之间就能秒杀全队队友。虽然末世的李凡成了3级异能者，但都市的他在服完全部2级晶核后却突破失败了。看来突破3级进化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不过意念控物的精神力倒是增长了很多，也算不错。喂，赵哥，我又有一批新的珠宝要出手。凯哥，这次可是条肥鱼，父母双亡，又刚跟女朋友分手，没任何背景牵挂。这小子半个月前还是租我房子的大学生，最近突然找我出手了一对帝王绿翡翠手镯，还有条顶级宝石项链，手里保底3个亿的存款。父母双亡，没根没底，还突然暴富，这样的人如果突然消失，恐怕也没有人会在乎吧。他今天又联系我卖珠宝，您带人跟我去，到时候珠宝归我，他账户里的钱全部归您，另外我再给您1000万辛苦费。周凯是国际犯罪组织核心成员，无恶不作，
几天前，赵大海突然找上门，要跟他做这笔稳赚不赔的交易。很好，等干完这一票，我就可以金盆洗手了。今晚8点准时行动。李老弟，我来了。李凡刚打开门，3名悍匪瞬间冲了进来，准备制服李凡。不好，点子扎手，开枪！3颗子弹精准锁定李凡眉心，可飞到他面前时，却像撞在无形屏障上，再也无法前进半分。这是什么鬼？你难道是？凯哥，里面怎么回事？听到枪声了，出什么事了吗？没想到楼下还有放风的，可惜啊，你们今天踢到铁板了。你是理发的？恭喜你答对了，可惜没有任何奖励，你该上路了。李凡控制着2根飞针从窗户飞出，洞穿了车玻璃，直接将其一波带走。李老弟，我错了，饶了我，我一时鬼迷心窍。赵大海，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李凡在几人身上翻找片刻，最终只在周凯身上发现了一本日记。正经人谁写日记啊？日记里夹着10几张假身份证，许多不记名的米国洗钱账户，最后一页竟然还记着走私军火商贩的联系方式。没想到这周凯还真给我送了份大礼。随后，李凡将几名劫匪的尸体连人带车收入空间，准备带到末世处理。李凡刚从房间出来，就看到红毛正在撩拨孙雨涵。我昨天服用了5枚2级晶核，现在感觉浑身是劲，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能突破3级。雨涵，你突破2级了吗？昨天已经顺利突破2级了，谢谢红毛大哥关心。不碍事，咱们都是队友嘛，要互帮互助。哎，你用你的异能给我治疗一下，让我看看效果。可是红毛大哥，你没受伤啊，我这治疗异能没法用啊。就随便用一下嘛，让我感受感受你的异能有多厉害。孙雨涵被磨得没办法，双手缓缓冒出一团浓郁的绿色荧光，轻轻落在了红毛身上。啊，雨涵妹妹，你的异能也太神奇了，我感觉浑身上下都舒服极了，就连小时候留下的心灵创伤都被你治好了。老大来了。李老大，小弟听说您喜欢珠宝黄金玉石，我这儿有50根金条，想跟您兑换1颗1级丧尸晶核，再换点食物，您看行不行？孟浩宇一大早冒着生命危险回了趟家，偷偷翻出了他老爸遗留的保险箱，里面足足有50根金条。可以，给你1枚1级晶核，2斤大米，再加1桶泡面。谢谢李老大。孟浩宇和孙雨涵是同学，他已经暗恋孙雨涵1年多了。红毛是2级进化者，而他之前只是个普通幸存者，只能眼睁睁看着红毛撩拨孙雨涵，却敢怒不敢言。如今他终于也能成为进化者了。雨涵妹妹，再忍忍，等我变得强大了，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只有我是真心对你好的，是真心爱你的。郭富贵，老大，我在。今天由你带路去寻找金库的位置，我们多准备几辆车，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出发。这一路上肯定会遇到丧尸拦截，你们正好提前适应与丧尸战斗。这里有50把开山斧，每人拿1把，把武器备好。一行人朝着金库方向赶路，虽没有导航软件，但老鹰的鹰眼扫描已经可以覆盖方圆10公里，足以代替导航效果。队长，前方发现大量丧尸聚集，还有一支进化者小队正被丧尸群追杀。这群丧尸至少有300头，而且还有1头3级丧尸王。我们是过去帮忙，还是绕道行驶？不必绕道，直接杀过去，全速行驶。正好丧尸晶核消耗的差不多了，拿下这头3级丧尸王。天雷击顶。不行了，我的雷电异能快耗尽了，你们赶紧逃，能跑一个是一个，别管我了。子言，你说什么傻话？要死咱们一起死。李老大的实力竟恐怖如斯，3级丧尸王竟然被瞬秒。车队所有人全部下车，清理剩余丧尸。300多头1级丧尸，50头2级丧尸，短短几分钟内便被清理大半。剩余未完全死亡的丧尸，则由斧头小队进行补刀，同时挖取丧尸晶核。谢谢你，我叫木子嫣，是雷电系2级异能者。刚刚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恐怕已经性命不保了。不客气，我叫李凡，我们刚好路过，看见你们遇到危险，顺带出手而已。大恩不言谢，我们实在没什么能报答你的。我是南郊小队的队长，我可以带领我的团队加入你们吗？可以，我的团队欢迎木姑娘这样的人才。紫妍，你这个决定是不是太仓促了？我们龙辉，李队长的实力你也亲眼所见，咱们团队这次损失惨重，只有加入李队长的团队，大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庇护。你作为副队长，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其他队友的生存想想，不是吗？那好吧，紫妍，我听你的。孙雨涵，过来给这几位兄弟治疗一下伤势。我看这位兄弟伤得不轻，好像快撑不住了。杨健，你坚持住啊！杀了我吧，我不想变成丧尸，快杀了我！孙雨涵的手指按在杨健胸口，绿光不断渗透，杨健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我居然完全恢复了，这也太神奇了！孙医生，你简直就是神医啊！小弟杨健以后愿为孙医生赴汤蹈火，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不需要你赴汤蹈火，我这次救你，你需要支付10枚1级晶核。如果你没有，就先欠着。我救人是需要收费的，这是团队的规定。我现在只有3枚1级晶核，先支付给你，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补上。队长，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总共收获1枚3级晶核，39枚2级晶核，还有270枚1级晶核，请队长笑纳。这数量不对，你们有谁私藏了晶核的？自己站出来，我给你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别以为晶核数量多，现场混乱就可以浑水摸鱼。到底有多少晶核，我一清二楚。你们确定要私藏吗？对不起，老大，我不该一时糊涂的，求老大网开一面。求老大网开一面，饶了我们这一次。记住，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们没有第二次机会。我问最后一遍，剩下私藏的还不站出来吗？李凡话音落下，依然没有人站出来，似乎打算顽抗到底。你叫什么名字？我回老大，他叫黄玉芬。我已经给过你2次机会了，可惜你不知道珍惜。对不起，李队，不要打我，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这就把晶核还给你。打你，想得美！暗影，把他藏的晶核找出来。暗影立刻上前搜查，很快便从黄玉芬的衣服里翻出了私藏的1枚2级晶核和10枚1级晶核。首领，现在的晶核数量全部统计出来了，总共是1枚3级晶核，50枚2级晶核，310枚1级晶核。数量对了，走吧，把它扔在这儿，自生自灭。队长，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让我怎么活啊？众人头也不回地坐上车，在鹰眼的指挥下，向着金库进发。老大，这就是海城最大的央行金库大门，采用高强度合金钢材打造，足足有半米厚，坚固得很，听说连炮弹都轰不开。如果末世没有降临，得到如此之多的金砖，立马就能富甲一方。只可惜现在有再多的金砖也花不出去了。郭富贵，你这一次立了大功，奖赏你10枚1级晶核以及足够的生活物资，祝你成为2级进化者。多谢老大。大家原地休整。今天我心情好，每人奖励2两牛肉，半斤大米。另外，今天参与行动的所有斧头小队成员，每人都可以领取到1枚1级丧尸晶核。老大万岁！红毛、周小倩、孙雨涵，这次行动你们可以分到5枚2级晶核。老鹰，你这次带队导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分到7枚2级晶核。阿影，你已经突破3级，2级晶核的效果对你来说会大打折扣。我给你兑换成200斤牛肉的物资粮票，你觉得如何？老大，你做主就行。木子嫣、玲珑辉，你们刚加入我的团队，我给你们10斤牛肉、10斤大米。杨戬，你的隐身异能有些作用，我给你10枚1级晶核以及足够的物资，让你尽快突破2级。很快拿到晶核的幸存者们便开始服用晶核觉醒，这一次是大规模的觉醒，有不少人在速度和力量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也有一少部分人觉醒了异能。老郭，你觉醒的是什么异能？我好像觉醒了操控金属的异能，我感觉自己现在好像一块磁铁，可以对任何金属都造成吸力，并且加以操控。我去，这不是万磁王吗？这能力如果培养到后期，岂不是要逆天？操控金属，这能力我感觉有点牛逼啊！如果你能操控一把飞剑，岂不是能隔空杀敌？我感觉如果操控的能力足够强，就算御剑飞行也不是不可能啊！成长到后期，直接操控10万飞剑，那画面岂不是宛如剑仙？哪有那么容易？
我现在感觉操控2把斧头砍丧尸都有点困难。回到都市的李凡取出3级丧尸晶核服用了下去，在经受了2个半小时的痛苦后重获新生。没想到我现在的精神念力不仅能覆盖到方圆5公里的范围，还能够穿透平行世界，观察到末世的我熟睡的模样。难道这就是突破3级后的蜕变吗？随后，李凡用虚拟号码给军火商打了电话。有什么需要？我想要一批货，巴雷特狙击1把 ，AK47、波兰 M762、UZI 冲锋枪、蝎式冲锋枪各要100把，以及子弹10万发。因为量比较大，我们无法提供送货服务，只能在熊猫与白熊国边境进行交易。可以。还未请教先生姓名。周凯。好的，周凯先生，我稍后给您发送一个网址，您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用国际账户进行订购。下单后，您可以在2天后进行取货。就在李凡下单后，却突然接到了大学室友刘川的电话。2人平时关系还不错，以前经常传授李凡泡妞方面的经验。听说大学3年，他已经谈了不下100个女朋友了。凡子，你小子最近忙啥呢？怎么一直见不到人？也没忙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小事情。那你下午有时间一起吃个饭，我有事情跟你谈。行啊，就今天下午老街烧烤店。哎呦呦，你还是李凡吗？居然变得比我还帅了。我不是一直都比你帅吗？凡子，你知道吗？我家有个远房表哥，6年前觉醒了异能。呵呵，异能？你别开玩笑了。是真的，只是你没见过，所以不相信。前一阵他已经被高武学院招收了进去。哦。李凡，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冯子轩，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对不起啊，凡子，你也知道我最近在追林小小，林小小是她闺蜜，这个忙我不得不帮啊。靠！李凡，咱们能不能好好谈谈？我承认之前和你分手是我冲动了，其实我一直非常珍惜咱们这段感情，咱们这3年一路走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复合吧。哼，确实挺不容易的，每一个节日都要绞尽脑子给你送礼物，房租我付，家务也是我打扫，就连饭也是我做的，情绪价值是我提供，你有什么不容易的？你只需要哼哼唧唧就好了。李凡，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斤斤计较，你明明那么有钱，还要在我面前装穷，一个 LV 包包才2万块而已，我求了你3个月，结果你在我生日那天只送了我一个1000块的杂牌包包，你知道那天我有多尴尬吗？李凡，我承认当时对你是有些意见，而且林小小也在一旁说你坏话，所以我才动了换男朋友的想法。但是我现在已经想通了，我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了。我觉得我们3年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李凡，我从来都没有这样低三下四过，你原谅我好不好？滚！我早就已经看清你的嘴脸了，你现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李凡，我没想到你这么绝情，我冯子轩又不是没有男人要，你不要我，有的是男人捧着我，我以后一定会让你后悔的。李凡学长，这么巧，你们也在这里吃饭？昨天我给你发了好几条消息，你怎么不回我啊？我发誓，这次真是巧合。豆豆学妹，是你啊，我可能搞忘了。没事的，李凡学长，你肯定是个大忙人，但是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回复我哦。学长要不要一起吃？好啊，老板，给我们换个大点的桌子。各位学妹，我叫刘川，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付豆豆。我叫张婷。我叫黄文文。我叫万小慧。我去，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仅付豆豆长得漂亮，他们整个寝室全都是美女啊。一顿饭吃下来，刘川是忙前忙后，大献殷勤，各种奇奇怪怪的见识开始一顿胡吹。刘川学长，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居然连6年前全国爆发的超自然事件都了解得一清二楚。6年前，我表哥就觉醒了强大的异能，被特招到高武学院学习，每个月啥都不用干，就有20万的奖金。只可惜好景不长，空气中的灵气只活跃了2个月，就再次沉寂了下去。高武学院也只办了2个月就关门大吉。刘川学长，你懂得好多啊，没想到连这种秘闻都知道。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张婷学妹，要不咱们加个好友，改天我找你促膝长谈。其实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优点。好啊，豆豆，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们。为了表示上次不回你消息的歉意，我给你们送个见面礼吧。来，每人一个，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是玻璃种翡翠手镯吗？豆豆，你开什么玩笑？玻璃种的正品翡翠手镯，估计价值超过100万。这应该是李凡在某宝上买的假货吧？感觉像是玻璃做的。确实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你不要就算了。谢谢你，李凡学长，你给的礼物我很喜欢。豆豆，这种地摊上的假货有什么好稀罕的？上次有个学长送你范克雅宝手链，你都没有收。那手链我在网上查了，价值3万多块钱呢。付豆豆4人出了烧烤店，张婷非要拉着众人去珠宝店进行鉴定，她要向几人证明这几个手镯是假的。
老板，你来看看这个手镯，现在到底值多少钱？我的乖乖，好东西呀！高冰玻璃种，品相如此完美，这种级别的翡翠已经达到了收藏级。以现在的市场回收价来看，应该值个200万左右。200万？老板，你眼睛没花吧？这玩意值200万，这不是假的吗？谁告诉你这是假的？我入行已经有10几年了，是真是假，一眼就能判断出来。那这个呢？这个也是玻璃种，虽然比上一个品相差一点，但也值120万左右。那这个呢？这个手镯也是真的，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极品翡翠呀？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卖给我，我愿意按照之前的价格再多加60万，怎么样？这李凡脑子是有病吗？第一次见面就送价值500万的手镯。豆豆，李凡到底什么身份背景啊？居然送咱们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在他学校里面开着劳斯莱斯幻影，还是最新款的，价值1000多万呢。豆豆，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那他送我的那只手镯肯定也是真的。我的100多万啊，这得做多少兼职，上多少年的班才能赚到这100万啊？豆豆，这礼物太贵重了，要是没点表示，我拿着心慌。你把李凡的联系方式推给我吧。是啊，豆豆你也推给我。豆豆，刚才我反省了一下，当时我确实有点没礼貌。你把李凡的微信你推给我，我给李凡道个歉。凡子，不是哥说你呀，就是嘴太笨了。傅豆豆他们一寝室都是美女，你怎么就不会表现一下？像我这么帅，还表现什么？我承认你有几分帅气，但是帅气能当饭吃吗？帅气对于泡妞而言，只有加成效果，没有决定性效果。你太高冷，总是等着妹子来追你，你这样往往会与美女失之交臂的。那我总不能像你一样到处舔妹子吧？闭个蛋！我舔一个妹子确实是舔狗，但我同时舔100个妹子，那我就是战狼。牛逼！你知道这3年我的手机里面加了多少个妹子吗？2000个，校内的、校外的，打游戏的，我随便哪天都能约到妹子出来玩，这就是我的底牌，没有什么技巧，就是人多。我靠，现在的妹子都这么主动的吗？居然全部请求加你好友。哦，我明白了，丸子，你可别上当啊。怎么说？你是不是以为他们主动添加你的好友是对你有意思啊？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4个妹子全都是一个寝室，她们私底下的关系不用多说，而其中的傅豆豆明显对你更加亲近一些，所以这几个女人很有可能是傅豆豆专门派来试探你的。如果你把持不住，那么傅豆豆肯定会觉得你是个渣男，这明显就是个陷阱啊！他们说很喜欢我送的礼物，下次想要请我吃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呀，还是太年轻了。晚上，李凡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平台上所有正在出租的房子全部下架。每个月的租金只有区区50万而已，为此每天都接到不少骚扰电话。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去末世捡块金砖。李队长，您先看看这个传单。存钱的各位幸存者，末世降临已有3个月，我们蓝星人类已消亡的只剩5%的幸存者，这是文明最后的火种。龙海基地现已修建成功，物资充足，秩序完善，且已经收容了上万人，更有500名以上的进化者。在这里，你可免受丧尸与变异野兽的威胁。我，龙海基地首领袁天意，5级进化者，现诚邀所有幸存者与进化者加入，共同守护人类未来。什么物资充足？这破基地还能有我的物资多？子音，你和我一起去投奔龙海基地吧。这么大的基地，物资方面肯定更加有保障，而且咱们都是2级进化者，进入龙海基地后，没准也能混个1官半职。咱们跟李队长商议一下吧。如果李队长愿意投奔袁大帅，那咱们正好一起过去，也好一路上有个照应。我们又不是他的狗，难道想去投奔更大的基地，他也要管吗？怎么，你们对这个龙海基地很感兴趣吗？整个幸存者队伍在李凡的金和物资提供下，几乎全员蜕变成了进化者。虽然绝大部分都只是1级，但整个队伍与之前的实力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队长，您虽然是空间系异能者，凭借异能优势提前抢占了一些物资，但是我们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我觉得加入龙海基地，对我们目前的团队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而且咱们现在整个团队都是进化者，加入龙海基地肯定能获得一席之地。你要离开就自己离开，我不勉强。我对这个龙海基地不感兴趣。那好，既然队长一意孤行，那我林龙辉请求脱离队伍。有人要跟我一起吗？怎么，你们也想加入龙海基地吗？行吧，我算是看出来了，看来是有不少人动了加入龙海基地的想法。那这样，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愿意跟着林龙辉一起离开，跑去加入什么龙海基地的，就全部给我站出来，我绝不阻拦。周小倩，你是咱们团队最早的一批人，我
我自认不曾亏待过你。你确定要离开吗？对不起，老大，如果没有您的帮助，也许我不会这么快成为2级进化者。但是我想去更大的基地，我的水系异能也许在大基地里面能得到更多的重用。整个团队就周小倩一个水系异能者，她走了，洗菜做饭用水都困难，于是就有更多的人跟着周小倩一起站到了玲珑辉一边。杨健，你不走吗？对不起啊，龙辉哥，李队长帮我突破了2级，借了我10几枚1级晶核，我欠团队的债务还没有还清，不能一走了之，再怎么样也得还清了债务再说。那行吧，紫嫣，你真的不走吗？李队长，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再次相见的。我不能抛下我的团队，希望你能理解，你的救命之恩只能下次再报答了。最终93人的队伍居然有56人要离开，还剩下37人坚定地站在李凡这边。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大做兄弟，在心中我红毛是不会背叛您的，这群混蛋以后肯定会后悔的。郭富贵，你怎么不走？老大，你别逗我了，上位者的嘴脸我再清楚不过了。那袁大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5级，8成是吸干了整个基地的资源，让所有人沦为他的供养者。即便这袁大帅有点良心，真的做到了庇护一方，人家作为军区大佬，你说他会相信自家的亲卫军，还是会相信那些外来的进化者？老郭，我年纪大了，肯定不愿意冒这种风险。说得很不错，他们走了是他们的损失，现在剩下的都是自己人。从今天开始，按照能力等级设置固定的资源分配，你们只管升级，我无限量供应生活物资。另外，我手里还有一批1级晶核，我会尽快让大家全员提升到2级进化者。随着李凡大手一挥，一大批物资开始凭空出现，香烟、啤酒、白酒、水果、牛排、猪蹄、羊肉，各种调味料、矿泉水，应有尽有。哇，竟然有火龙果跟香蕉！去他的龙海基地，老大，我跟定你了。今天大家先养精蓄锐一天，全力冲刺升级，明天再开启狩猎模式。经过1天的消耗与疯狂进食，红毛、老鹰、孙雨涵全部突破了3级，其次是郭富贵突破了2级，万磁王能力已经初显峥嵘。而剩下的32人里面，也有20人成功突破2级，李凡团队的实力迎来了一次大幅度提升。而另一边，林荣辉、穆子嫣、周小倩等一行55人进化者团队，经过了长达60公里的奔袭，终于成功抵达龙海基地。真不愧是大基地啊，围墙这么高，幸存者也这么多。你们看那城墙上的士兵，一个个都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给人一种满满的安全感。哼，李凡太过刚愎自用，实在是目光短浅，愚昧无知。您好，我们是从海城来的进化者团队，一共55人，其中有3位2级进化者。我们是收到了袁天翼大帅发的飞机传单后，特地前来投奔的。吵什么吵？给我把嘴闭上！你们不会排队吗？现在每人过来领1张登记表，填写自己的姓名以及觉醒的异能种类和等级。我们好歹是2级进化者，在外面也是受人尊敬的。你这登记官的态度怎么这么差？算了，每天登记的人这么多，他有点不耐烦也正常。我不想把话重复第2遍。填完登记表，每人上交1枚1级晶核，2级进化者上交1枚2级晶核，然后领取身份令牌，凭此令牌，你们才可以自由进出基地。凭什么他们不用交？他们在基地里面住帐篷，你们也要住帐篷吗？众人只好忍下这口气，咬牙上交了晶核。进入基地后，他们被专人带往了不同区域办理入住，自己的队伍直接被打散。林荣辉、穆子嫣、周小倩3人分别被带到了一个20平米的小单间，里面十分简陋。你们就让进化者住这种地方，这是人住的吗？嚷嚷啥呢？这已经是基地里的豪华单间了。可是我刚刚看到了基地里面有一排别墅，那是3级以上进化者大人和首领亲卫军住的地方。还有，这个单间也不是免费给你们居住的，每个星期必须支付1枚2级晶核。早知道就不跟林龙辉来这鬼地方了。而那些1级进化者更惨，被安排进混合宿舍，10几人挤在一间破旧的房间里。到了晚饭时间，穆子嫣几人看着碗里的饭，差点吐了出来。这吃的是什么鬼东西？泛黄的米饭里面还掺了沙子，连个配菜都没有，一股馊味儿，这谁能吃得下去？哼，你以为这还是末世前啊？都什么时候了，还摆大小姐身份呢？有的吃就不错了。就是你要不愿意吃馊饭，你可以去2楼食堂拿晶核兑换啊，想吃啥吃啥。最终周小倩3人还是吃不下馊饭，来到了2楼小食堂，只是菜单价格却让他们大吃一惊。我去，一盘清炒土豆丝居然要收3枚1级晶核，一盘红烧肉居然要收1枚2级晶核，太贵了吧？要不今天咱们先对付一下？我听说基地里面的进化者是可以领取任务或者组团去外面击杀丧尸获取晶核的。以咱们的能力，在2楼小食堂也不是消费不起。你一天能击杀多少丧尸呢？
我们2级进化者本身食量就很大，吃不饱就没力气打丧尸。可如果晶核都用来在2楼小食堂吃饭，那咱们拿什么升级进化？周小倩，你看这个食堂好像有水系异能者的专属任务诶，每天只需要供水10吨，就可以免费吃1顿2楼小食堂。10吨水，我估计得耗到虚脱才行。都市李凡为了给手下购买武器，乘坐飞机前往远东省。到达目的地后，他找到一处无人之地，将精神念力覆盖在鞋底，御邪凌空，朝白熊国方向飞去。交易的时间是9点半，这一路上连个鬼影都没看到，对方不会是在耍我们吧？反正佣金已经到账了，对方迟到超过5分钟以上，我们直接走人。他一个小悍匪，掀不起什么风浪的。就在2人闲聊时，李凡从天而降，以一种极其夸张的出场方式震撼全场。我是周凯，我的货呢？对，货！你们几个快去把货车厢打开。货车的后车厢门打开，只见里面堆满了木箱，这些箱子里面装满了武器。今天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对外人提起，也不要将你看见的事情宣扬出去，否则后果自负，明白吗？明白，明白就好。难道时隔6年，天地灵气再次复苏，先天武者与天空级异能者竟然出世了？可是这样的强者要这些军火干嘛？回到末世，李凡召集了所有团队成员。今天咱们的任务是大规模的清理街道、居民小区以及各大商场里面聚集的丧尸，同时解救普通幸存者。队长，我就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这末世只有像您这样心怀正义，即便遭遇再多的困难与苦难，也不愿意放弃普通幸存者的人，才能带领人类文明重新延续下去。首领，我果然没看错您，我郭富贵愿为首领效忠，这次是真心的。他们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只是想把这些幸存者当免费劳动力用，毕竟食物在我这儿根本不算问题。好了，多余的废话就不用多说了。现在我来给你们发武器。只见李凡大笔一挥，一箱箱武器被他从空间中取了出来。我去，居然是我心心念念的巴雷特狙击枪！老大，有了这把重狙，我有信心能在500米之外瞬秒3级丧尸王。老大，你是抢了一座军火库吗？这么多武器，即便是普通人拿着，也照样杀伤力爆表啊！你要是早把这些军火搬出来，周小倩他们根本就不会走。那群白眼狼走了也好，一群叛徒有什么好留恋的？以后他们跪着求着咱们收留，咱们都不要。就是，没准林龙辉他们到了龙海基地后，连盘肉都吃不到，天天吃馊饭，吃猪食。很快，37人的进化者小队都领取到了属于自己的配枪和弹药。咱们出发。老大，益达广场和益达商业街附近总共聚集了差不多1万头的丧尸，2级丧尸可能超过了好几百头，3级丧尸目前观察到的也有12头之多。王超，你的土系异能可以改变地形，你把益达商业街的出入口给我缩窄。好的，首领，保证完成任务。阿莹，你现在是咱们队伍里面速度最快的人，吸引丧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的，没问题。红毛，我给你100颗手雷，等到丧尸大规模聚集，形成丧尸潮的时候，你就立即进行火力覆盖。是，老大。老鹰，你前往高点，专门负责狙击3级丧尸。是，老大。很快，丧尸在暗影的引诱下，发了疯的朝着李凡团队冲来。尸潮要来了，准备开火，预备，开火！手雷准备，扔！哈哈哈哈！爽！不好，3级丧尸要冲过来了，咱们火力完全压制不住。不要慌，3级丧尸我来解决。另外2头居然打歪了，这技能以后还得多练练。这是4级丧尸，大家赶紧避开！就是现在，受死吧！老鹰哥，你这一枪可以封神了！所有人继续火力压制，4级丧尸被干废了，丧尸群的攻击也开始变弱了，应该没有更大的冲击了。等会儿杀出去，清空商业街。
5个小时后，众人清空了商业街附近的丧尸。老大，咱们这一次发财了，一共收获了1枚4级晶核、9枚3级晶核、520枚2级晶核、6375枚1级晶核，而且还缴获了2个大超市遗留下来的物资。老郭，你不统计，我都不知道咱们这么生猛，几乎一个成员都没损失，就干翻了1万头丧尸。很好，这一次大家都辛苦了，有了这么多丧尸晶核和物资，相信过不了多久，整个团队所有成员都可以进化到3级。现在大家随我前往附近的小区搜救幸存者。李凡一群人一边清理路边一些零散的丧尸，一边搜救一些落单的幸存者。很快队伍就壮大，超过了200人。当整个团队搜救到一个熟悉的小区时，这不是让我赚到第1桶金的小区吗？也不知道当初那个女孩饿死了没有，还是去看看吧。好饿啊！真没想到，作为海城首富的女儿，居然有一天会沦落到快饿死的地步。更想不到，作为南都大学校花，临死前连恋爱都没谈过。早知道当年在学校里就不那么矜持了。人已经离开了吗？是你，李凡，我去楼下找过你好几次，你都不在。我以为你已经被外面的丧尸，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唉，别说话了，先把这碗稀饭喝完，恢复点力气。老大，下面的兄弟汇报说，找到了不少金银珠宝，想找你兑换一些物资，不知道方不方便？可以，咱们今天就先住在锦江小区，通知所有人，10分钟后1楼集合。10分钟后，37名全副武装的进化者以及188名新加入的幸存者全部集合完毕。首领，我听说在您这里可以用黄金珠宝兑换粮食，请问这是真的吗？是真的，我这里有一份兑换清单，你们可以看一看。没想到这都末世了，这些没人要的黄金珠宝，在李队长这儿还能换到这么多好东西。顾思思，你刚加入团队，我本不该对你特别照顾，但你是第一个用宝石项链找我兑换食物的幸存者，所以我会给你10枚1级晶核以及相应的食材物质，算是对你的补偿。那条项链在末世根本不值钱，莫非是李凡哥哥看上我了？那我是不是马上就要经历成年人的快乐了？很快，李凡就将这次任务的奖励分配给了众人。至于那9枚3级晶核和1枚4级晶核，他并未分配。目前团队的资源还不足以同时培养2位4级进化者。随后，李凡找了个单独的房间，开始服用晶核，决定这一次冲到4级。随着9枚3级晶核下肚，李凡的脑域空间已经扩大到3000立方米。我现在的状态应该达到了3级进化者的巅峰，随手一击恐怕就有50吨的力量。这时候服用4级晶核，应该能成功突破4级。李凡取出4级冰室的晶核，一口服下。这一次并没有爆炸般的灼烧感，反而是一股冰冷刺骨的感觉，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难道是因为4级冰师觉醒的是寒冰元素，所以他的晶核自带寒冰能量？不一会儿，李凡的身体彻底被冰层覆盖，仿佛一尊冰雕。直到2个半小时后，冰冻才逐渐化开，一股强大的寒冰能量在他胸口汇聚。我这是又觉醒了寒冰异能？一个人能觉醒2种异能的吗？整个团队经过1晚上的升级，又诞生了72名进化者。最开始的37人小队已经全员突破2级以上。有个叫孟浩宇的2级异能者，让所有人出乎意料，他居然比郭富贵、黄超、杨健等人先一步突破了3级，且觉醒的是罕见的空间系异能。他不仅拥有了体内空间，还掌握了瞬间移动的技能。但他隐瞒了这一切，对外仍宣称自己是普通力量型进化者。现在我也拥有了体内空间，而且还可以在短时间内连续瞬移5次。就算是李凡亲自出手，我也有信心能够轻松逃脱。雨涵，这一次我终于有实力可以接近你了。雨涵，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爱心早餐，你趁热吃。一个普通的2级力量型进化者也敢追我红毛哥看上的女人，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提着灯笼上厕所找死。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红毛，老子要跟你单挑。切，既然你找死，我就让你看看普通进化者和异能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3级对2级，优势在我。你过来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红毛，你已有取死之道。年轻人不讲武德，搞偷袭。哼，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是3级空间系异能者，李凡可以当团队首领，我孟浩宇一样可以。怎么了？都聚在这里干嘛？不吃饭了吗？怎么还见血了？老大，刚刚孟浩宇和红毛哥干架了。随后，郭富贵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李凡讲了一遍。这孟浩宇隐藏的够深，一声不吭的觉醒了空间系异能，现在突破3级，这他喵的不会是个主角模板吧？今天的事我都清楚了，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从今往后，没有我的允许，
团队里绝不允许再发生任何内讧。如果谁再敢因私事影响整个团队的团结与稳定，就别怪我翻脸无情。孟浩宇，你成功突破3级，我很欣慰。在我的团队，你不用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即便你与我是一样的空间系异能者，我也不会加害于你。从今天开始，你在团队的伙食待遇直接翻3倍，以后幸存者们收集到的一部分物资也可以存放在你手里进行保管。队伍里面出现了一个能够威胁到他地位的空间系异能者，他不仅没有打压，竟然还要对我进行培养。这李凡的心胸远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加大气。正好团队里面收集到一些破烂，我根本就不想收进自己的空间。现在出了个孟浩宇，正好把那些破烂包裹、锅碗瓢盆、过期零食全丢给他。红毛和孟浩宇为了孙玉涵都决一死战了，可他们根本没发现，孙玉涵的眼里始终只有李凡一人。现在咱们的团队已经拥有了109名进化者，其中1级进化者72人，2级进化者31人，3级进化者6人，团队实力再一次得到了提升。所以我宣布，从今天起，咱们未来幸存者基地正式成立。孟浩宇，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未来基地第1分队后勤部长，空间里面的一部分物资交割于你进行管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啊！昨天在超市收集到的大部分食材物资都交给我了，掌控了这些物资，其实和当老大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顾思思，看你今天这个精神状态比昨天好了很多。顾思思的身体依然清瘦，但相比昨日皮包骨般的虚弱模样，已明显丰润了些，脸上也多了几分神采。唉，李凡，我喜欢你。顾思思，你觉醒的是什么能力？回首领，我觉醒的好像是心灵交流的能力，我不用开口就能在别人脑子里面讲话，而且我还可以将2个人的精神脑波连接在一起，能够让多人意识交流。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能力？顾思思，你这个精神交流的能力有距离限制吗？有的，我刚刚找2个队友试过了，现在最多只能连接500米的距离，他们精神连接后不仅可以意识交流，而且还能共享视野。500米，意识交流，共享视野。那你能同时将多人的精神脑波进行连接吗？这个我还没有试过，但应该是可以的。那你这个能力很厉害啊！如果将整个团队所有等级最高的进化者进行精神连接，那是不是其他人也能拥有老鹰那种几十公里的强大视野？这在多人战斗的战场上，顾思思这项特殊异能所发挥的作用，或许甚至会超过孟浩宇。周小倩、林龙辉、穆子嫣3人经过了2天时间的纠结，最终还是放下了身段，回到了1楼吃饭。林龙辉，我后悔了，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跟着李队长，我们会好很多。这里太糟糕了，我想回去了。紫嫣，咱们现在遇到的困难都只是暂时的，咱们如今都已经达到了2级顶峰，只要能突破3级，好日子就来了。唉，周小倩，你的水系异能一旦突破3级，就能给基地供应500吨的水源，到时即便是袁天翼大帅也会对你进行重用。我打听过了，这龙海基地里供奉的2名3级水系异能者，他们的待遇都非常好，不仅住别墅，而且还有5、6个仆人侍奉。我估计我至少还需要准备9枚2级晶核和100斤的粮食物资，我才有可能顺利突破3级。可这烂菜叶子和发霉的大米煮成的猪食实在太恶心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填饱肚子，尽量把晶核节约下来，准备突破使用。我预估，按照咱们现在的情况，最多3、5天，我们就能成功突破3级，到时候就不用再受这种委屈了。龙辉说的对，现在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等突破3级，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龙海基地未来必将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哟，这不是前2天那3个傲娇的2级进化者吗？不是觉得1楼的馊饭不是人吃的吗？怎么今天吃的这么开心？看来还是向着现实低头了。2楼小食堂那么贵，普通的2级进化者怎么可能吃得起？估计是吃了2顿就吃穷了，只能来1楼吃馊饭了。你说他们傲娇个什么劲？像个小丑。整顿完团队内部，李凡便带着团队来到充满丧尸的国贸中心。末世开启前，这地方每天的人流量都超过了10万。末世爆发后，这地方直接沦为了丧尸的天堂。首领，经过我的详细观察，丧尸群的数量大概约5万头左右，2级丧尸可能超过了3000头，3级丧尸至少有100头，4级丧尸我发现了3头，至于5级丧尸暂时没发现。这丧尸的数量确实有点太多了，
即便现在每个人都全副武装，但是面对这么多的丧尸，还是有些不够看。黄超，你去前面的路口修建一个临时的上坡高点，再用土墙堆起一个8字形的小巷，我们站在8字头的高点处，对丧尸进行射击。半个小时后，黄超通过吐气异能，将前方的路口围成了一个70多米的8字墙，墙壁厚2米，高3米，还有一个200米长的斜坡。我去，不行了，这要是工程队来施工，至少得半年以上才能完工。暗影，这次还是辛苦你了，你带领6名2级速度型异能者组成一个引怪小队，注意只吸引一小部分就可以了，我们分批分次的进行歼灭。顾思思，你把老鹰的视角切换给我。好的，李凡哥哥。不是叫得这么亲密干嘛？你这样喊，别人还以为我和你有一腿。顾思思立刻施展心灵沟通的技能，李凡隐约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了一股十分柔和的精神念力波动，这股波动和普通的精神力量不同，似乎具有强大的亲和力与包容属性。李凡哥哥，你心里要有接纳我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进行连接。当李凡与顾思思的精神进行共振，很快老鹰的视觉画面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老鹰的鹰眼异能就仿佛上帝视角一般，能从高空直接俯瞰方圆50公里的范围。丧尸已经被引过来了，全体队友准备开火！开火！一时间，如狂风暴雨般的子弹瞬间倾泻而出，丧尸群如同麦子一般被收割，成片的倒下。所有1级丧尸、2级丧尸全都在火力覆盖之下被彻底淹没。几个小时后，众人解决了6波丧尸。老大，咱们6波全歼8630头丧尸，缴获1级晶核6630枚，2级晶核599枚，3级晶核16枚，4级晶核1枚。不过弹药已经不多了，我估计最多还能再打1波。那就别太勉强了，今天已经高强度作战8个小时，先回去休整。老大，有情况，我发现10光里外有一个军用装甲车车队正在朝国贸中心商业街快速接近，整个队伍大概有500多人，看着实力应该非同小可。军用装甲车难道是龙海基地过来的？顾思思，你把老鹰的视角给我连接一下。当鹰眼视角共享连接，可以清楚地看到龙海基地的军用车辆，目标正是国贸中心。很明显，对方也盯上了这里的庞大丧尸群。没想到袁天翼大帅亲自率领团队清理丧尸群，这次可得好好表现一下，争取得到大帅的赏识。我看这次能够跟随队伍的，最菜也是2级巅峰的进化者，3级进化者有12名，4级进化者有2名，清理国贸商业街完全不是问题。龙海军团长驱直入，面对汹涌尸潮，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碾压并推。然而，这狂妄的举动彻底激怒了盘踞在此的2头4级丧尸首领。这俩率领3万丧尸大军，反将龙海军团包围。在潮水般的攻击下，装备精良的龙海军团竟瞬间陷入苦战。就在此时，袁天翼周身缠绕狂暴雷霆，如陨石般从天而降，一拳轰入尸潮核心，1头4级水系丧尸直接被瞬秒。下一瞬，电弧化作死亡电网，100米内所有丧尸无论等级，瞬间化为焦炭。我靠，这就是5级进化者袁天翼吗？好像是雷电系异能者。我的妈！一拳清场，5级强者竟恐怖如斯。咱们先撤，现在不是和龙海基地打交道的时候。然而，就在李凡准备带领团队撤离时，整个队伍被偷袭了。这是什么鬼东西？速度怎么这么快？是5级速度型变异体，没想到国贸中心竟然诞生了这么强大的怪物。咱们该怎么办？这不是我们能应付的，咱往后撤，让袁天翼首领对付他。这头5级丧尸不仅速度害人，更能低空飞行。仅仅几个呼吸间，龙海基地的进化者团队就被他屠戮了200人，连2名3级进化者也被瞬间秒杀。5级丧尸也太恐怖了，他之前一直潜伏在地下，我的侦查竟然完全没发现。幸好我们撤得及时，不然怕是要团灭。孽畜，找死！袁大帅，救命！你不要过来啊！进化者们四散奔逃，反而成了待宰的羔羊。转眼间，500多人的队伍被灭得只剩下100多。哼哼哼，你上当了！雷霆领域。居然还想和我同归于尽，可笑至极！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心脏在右边，去死吧！丧尸终究还是智商差了点，即便进化到5级，重新诞生了智慧，
但还是有点傻不溜丢的。他要是不和袁天意硬刚，凭借速度优势能把龙海基地杀个天翻地覆，这袁天意又要收获一枚5级晶核了。要是能给我该多好！就在袁天意准备去捡那枚5级晶核时，一道鬼魅般的身影瞬间将丧尸头颅收入空间。小贼，放下5级晶核，我饶你不死！这是空间系异能者，居然还会瞬移！敢抢我袁天意的东西，就算是把整座城市翻过来，我也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老大，孟浩宇自作主张抢夺袁天意的5级晶核，龙海基地的怒火恐怕要发泄到咱们头上。要不把孟浩宇交出去，让袁天意处置吧？咱们现在还不是龙海基地的对手。先回去再说。孙雨涵还在队伍里，孟浩宇不会一去不回的。大帅，我叫周小倩，是龙海基地2级水系异能者，刚刚在商业街抢走5级晶核的空间系异能者，我认识。哦，你认识？是的，那人名叫孟浩宇，是我加入龙海基地前所在团队的成员。孟浩宇，很好，你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回到基地以后，我要对你进行加强。那么，你的前队长叫什么名字？他叫李凡，也是空间系异能者，已经突破了3级，并且拥有一个自带的随身空间。他的空间里面储存了很多物资。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团队里面，居然诞生了2名稀有的空间系异能者。若是能将李凡收入麾下，以后团队作战倒是可以减少很多负重装备。可若孟浩宇此次抢夺是李凡指使的，那此子断不可留。行了，你退下吧。大帅，咱们要对周小倩进行奖赏吗？哼，这个女人先是背叛了前队长，后又背叛了前队友来邀功，背信弃义之辈，谈何忠诚？本帅是绝对不会培养这种小人的。好的，大帅，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晚上和李凡预判的一样，孟浩宇回来了。孟浩宇，你小子可算回来了！谁让你去抢袁天意的东西的？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拖累咱们整个团队？你想把大家都害死吗？对不起，我当时头脑一热，没想后果。现在想来，是我太贪心，连累了大家。对不起就完事了吗？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牵连多少人？算了，红毛，既然人已经得罪了，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孟浩宇，5级晶核是你抢到的，按理说应该归你，只是你才刚刚突破3级，5级晶核你目前也用不上，不如将这枚晶核兑换给我，我给你20枚3级晶核，包括足够你吃上1年的食材物资，你觉得怎么样？5级晶核虽好，不能立马服用，也只能干瞪眼，但现在有了这些物资和晶核，我就能快速突破到4级，到时候再去抢袁天意1枚5级晶核就好了。队长，我同意和你交换。我靠，我空间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垃圾？以后那些臭鸡蛋、烂菜叶子，老子也不吃了，老子以后天天吃肉，顿顿吃大白米饭。5级晶核到手，突破5级指日可待。李凡按照每个人的贡献论功行赏后，所有人开始服用晶核与食物。李凡也找了个单独的房间，开始服用晶核。连续服用12枚3级晶核后，他只感觉脑域空间有所扩大，直到吞下那枚4级力量型丧尸晶核，才有了快突破的感觉。一股爆炸性的能量席卷全身，李凡感觉到自己的肉身体魄得到了很明显的增强。4级丧尸晶核似乎带有某种独特的属性，服用后几乎能完全掌握对应的异能。如今我已经拥有空间系、力量系和寒冰系3种异能，等服用了5级晶核，应该还能觉醒速度系异能。当李凡在都市位面醒来，当即发现空气里有些不对劲，空气里好像多了点东西。李凡心念微动，精神力如无形的涟漪般悄然铺开，这是一种陌生的能量。李凡随即使用精神力将其聚拢，不一会，这些能量凝聚到一定程度，竟轰地化作一团火球。火球术，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地灵气？操控灵气就可以施展各种法术？难道灵气又复苏了？他随即拿起手机查看新闻，果然，世界各国网络上已经全是关于灵气复苏的讨论。没想到时隔6年，灵气再次复苏了，而且异能局还号召觉醒者主动申报，然后领取巨额奖金。此时，正在学生宿舍生闷气的冯子轩突然全身滚烫，高烧至60度，体表猛然涌出紫色的火焰。得到消息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将他带到了异能局。冯子轩，你应该是觉醒了传说中的 S 级火系异能玄天紫火。3天后，高武学院重开，以你的资质，定然能够加入高武学院，没准还会被天空级异能大宗师收为亲传弟子。天空级异能大宗师很厉害吗？你知道天空级异能大宗师的亲传弟子是什么概念吗？这代表你未来将被列为国家供奉，地位尊崇，知道了吗？哇！冯子轩拿着异能手册回到宿舍，整个人仍有些发懵。他没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大的价值。异能者的潜力分为 E、D、C、B、A、S、SS 7个等级，等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大师级、宗师级、天空级、战神级7个等级，而鼓舞者的等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大师级、宗师级、先天武者、先天大宗师7个等级。李凡，没想到吧？我居然觉醒了 S 级异能。当初我求你复合，你居然敢拒绝。现在你引以为傲的财富，在我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下次见面，你可别像小丑一样炫耀那点不值钱的东西，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冯子轩按照学习手册上的方法，很快一团紫色火球在他掌心凝聚而成。这就是异能的使用方法吗？很简单吗？听说那些普通的 C 级异能者，光是掌握这一步就需要1个月呢。子轩，你这是觉醒异能了，太牛逼了吧！那是当然，我冯子轩已经觉醒了 S 级异能玄天紫火，并初步掌握，现已正式成为初级异能者。轩轩，你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到时候可不能忘了姐妹呀！这个时候，李凡在刷视频，他突然刷到了一个卖秘籍的直播间。小弟，我叫王一鸣，我乃是北宋时期王重阳的第56代玄孙。我这里有一本古武秘籍，名为《先天一气功》，共分为9重，第1重就能突破初级武者，练到第2重就能突破中级武者，以此类推。咱们废话不多说，全套的先天一气功只要900万，900万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主播，你说这秘籍是真的？那你自己练到第几重了？我年纪轻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要买房买车娶媳妇，哪有这闲工夫去习武啊？笑死，自己都没练过，还敢说真的？主播纯小丑，异能局官网已经公布了武者气感篇，免费就能看。主播，你是不是想赚钱想疯了？你们信他还是信我是秦始皇？免费的秘籍能和我这先天一气功比吗？我这可是家传绝学，都传了上千年了。直播间弹幕全是嘲讽，给主播气的直接下了播，而李凡却给他发了条私信：主播，你把先天一气功第1重发来看看，如果是真的，我买了。很快，王一鸣就发了几张经络图和灵气运转图过来。李凡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了修炼。一般人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熟悉人体经络图，但是李凡能通过精神力精准掌握内力运行路线，不到1个小时，第1重就练成了。这功法居然是真的，吸收天地灵气在体内运转，确实能强化自身。虽然效果不如丧尸晶核，但是胜在持久啊。确定了功法是真的，李凡给王一鸣打了900万，买了全套功法，当下就开始修炼。可就在几个呼吸后，周围各色灵气粒子突然发疯般涌向李凡身体，势头迅猛的几乎失控。坏了，灵气太充足，导致突破太快，经脉承受不住了。对了，服用晶核后不只能强身，还需要消耗大量身体能量，没准有用。李凡从空间中取出1大袋丧尸晶核，随便抓起一把就吞了下去。晶核入胃，化作一股特殊的能量涌向4肢百骸，果然有用，但还不够。他一把接一把的将袋中晶核塞入口中，无论等级疯狂吞噬。5个小时后，足足1万多枚晶核几乎被吃得见底，先天一气功的狂暴运转终于渐渐平息。我好像突破了第7重，这好像是先天大宗师的境界吧？据说常人需苦修100年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怎么才5个小时就达到了？就在李凡还沉浸在突破的喜悦中时，高层竟然亲自出马逮捕他。殊不知，他先前购买武器时的飞行照片被人拍到了，被判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的罪名。李凡，这个人有问题，他突然拥有不明来源的巨额财富，有大量销售来源不明的珠宝黄金，涉嫌大额洗钱。军部怀疑他极可能是先天武者或天空级异能者，甚至在灵气复苏之前就已经觉醒。王院长，此事务必查清，若证实他勾结境外势力，当格杀勿论。李凡，一个20岁的少年，怎么可能是先天武者？更不可能是天空级异能者。9成9只是个觉醒了飞行异能的幸运儿罢了。10年未下山，这一次古武界必将因我王乾坤的出世而震颤。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我操！先天罡气，你是敢对我出手？你找死！这一指断江河，先天大宗师，你竟是先天大宗师！居然 P 歪了，准头有点差，还得多练。昆仑派掌门王乾坤，见过前辈，多谢前辈手下留情，饶过王某一命。行了，念你修行不义，饶你一命。本座问你，你为何要对我出手？晚辈是受军方委托，前来调查您的一些事情，现在看来纯属误会。王乾坤将武器交易和不明财产遭受怀疑的事情悉数告知，李凡这才明白原委。所以军方现在想抓我？这帮人闲的，调查人家先天大宗师，简直是胡闹！这么大人了，还不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前辈，
这绝对是误会。您堂堂先天大宗师，何须勾结什么境外势力？不过以您的实力，不应屈居在这小地方。若您有一个官方身份，日后行事也会方便许多。啊？什么官方身份？3天后，高武学院重开，王某想聘请您担任高武学院客座教授一职，并兼任荣誉校长。我知道这个要求很冒昧，但为了龙夏国新一代的古武者和异能者，还请前辈屈尊接受王某的邀请。哇，去当高武学院的教授，还兼荣誉校长，这合适吗？合适，这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像您这样的先天大宗师，若能够加入高武学院，那简直就是全院的荣幸。行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姑且同意。对了，你在高武学院说话管用吗？晚辈王乾坤，现任高武学院古武一脉院长，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那我答应了，3天后我正式前往高武学院任职。这先天一气功，也不知道末世的我能不能修炼。如果能，以后就不用顿顿吃那么多了。老大，经过1晚上的提升，咱们全团321人已尽数成为进化者。当前有1级进化者165人，2级进化者139人，3级进化者17人，4级进化者就首领您一个。龙海基地恐怕已视我们为眼中钉，为安全起见，暂时不和龙海基地硬碰硬。接下来几天，我会带着整个团队行动：一是猎杀丧尸，收集晶核；二是解救幸存者，继续壮大队伍。仅仅1天，李凡就带队斩杀丧尸15000头，解救幸存者133人，收获晶核13900枚，其中3级晶核35枚，4级晶核2枚。晚上，李凡选择了一个就近的小区，全队休整，而他则开始修炼先天一气功。因为是第2次，也算是轻车熟路，他立刻察觉到这里的灵气浓度远远超过了都市位面。这个世界的灵气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似乎掺杂着黑暗属性，而且空气中还带着一种将生物强行进化的能量病毒。但大道至简，殊途同归，只要是灵气，我就能炼化。李凡这次修炼先天一气功，仅耗费了3个小时就突破了第7重，这是突破了进化者第5级。我5级晶核还没用呢，没想到居然如此顺利。导演，我成了！老大，有情况。大半夜的，什么事儿？我今晚刚刚突破第4级，鹰眼扫描范围扩大到方圆150公里，就着重观察了龙海基地，他们正在被丧尸大军围攻，里面极有可能是诞生了6级丧尸。走，叫上顾思思，让他把你的视角共享给我。所有人给我血战到底！若是基地被攻破，谁都活不成。丧尸群中，一个矮小的6级丧尸猛然抬头，猩红的双眼锁定空中机群，所有战机骤然定住，随即接连爆炸。他目光又扫过方圆10公里的建筑，整栋的高楼竟被连根拔起，朝着龙海基地猛地砸下，基地顷刻沦为废墟。不好，是6级丧尸！亲卫队听令，随我一起从地下通道撤离。不好，袁天意跑了，他从地下密道逃走了。龙海基地竟然有地下密道，他为什么不早说？袁天意，你敢卖我们，你个杂碎不得好死！此时，丧尸大军已经彻底攻破了龙海基地。就在8000名幸存者一片绝望之时，一股恐怖寒流席卷战场，5级以下的丧尸瞬间冻成冰雕。紧接着，无形的空间之刃掠过，5级丧尸成片被灭。李凡的空间之刃让那头6级丧尸明显一怔，他似乎没想到人类进化者中竟有如此强者。老燕，给我盯紧了那头6级丧尸，可千万别让他跑了。通过战斗，李凡确定这是一头精神系异能丧尸，肉身进化程度只有3级，不擅长近战。6级丧尸眼见拉不开距离，直接转身操纵周围的石块攻向李凡。李凡的护体罡气在猛烈进攻下直接被打碎。可恶的人类，去死吧！先天罡气，垂死挣扎，人类，你完了！还以为你有多聪明，刚才只是露个破绽吸引你的注意力，真正的杀招是我的空间之刃，6级晶核到手。我靠，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先天罡气！这世界到底怎么了？连这种恐怖的海怪都冒出来了。这大章鱼至少有7级，没准还是8级。先跑路再说。
回到龙海基地，郭富贵等人已经稳定住了局面。李凡将龙海基地所有2级以上进化者全部编入自己的小队中。红毛第1小队队长老鹰，第2小队队长暗影，第3小队队长杨健，第4小队队长黄超，第5小队队长孙雨涵，第6小队队长郭富贵，第7小队队长孟浩宇，第8小队队长顾思思，第9小队队长方天化，第10小队队长。10位小队长各统领50至300名进化者，除方天化是原龙海基地的4级进化者外，其余9人均为李凡的旧部。老大，这次咱们共收获了1级晶核近60万枚，2级晶核近7万枚，3级晶核3608枚，4级晶核187枚。不过应该有人私藏了部分晶核。我知道这一次咱们本就是来捡便宜的，有人私藏我就不追究了。但是孟浩宇，你应该私藏了不少吧？污蔑，这绝对是污蔑！我孟浩宇对您一片赤胆忠心，肯定是有人嫉妒我的才华和帅气，所以才如此诽谤我。战场上有不少人看见你专挑3级、4级丧尸捡。行了，你有没有拿我还不清楚。我找你不是让你上交晶核的，而是有一个任务要给你。首领，是什么任务？袁天意丢失了龙海基地，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等下你离开后，我就对外宣布你因私藏晶核抗命不交，已被逐出团队。然后你去投靠袁天意，我要你掌握他的一举一动。等你完成这个卧底行动，我会给你10年都吃不完的粮食。保证完成任务。虽然孟浩宇这小子有点不老实，但孙雨涵还在这里，他跑不了。红毛领完奖励后，正要找地方突破4级，却被人拦住去路。哟，周小倩、玲珑辉、穆子嫣，你们不是抱大腿了吗？怎么还停在2级啊？红毛，几日不见，你倒是更风采了。周小倩，红毛这个名字也是你能叫的？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吗？老子现在是基地第1小队队长，你要称呼我为红毛哥或者红队长，知道不？行，红毛哥，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其实我们早就后悔了，所以我想亲自向李队道歉。脸咋这么大呢？当初老大挽留你，你却转身就给龙海基地当送水工。还有你俩，别忘了是谁救了你们，又收留你们。袁天意画张饼，你们就叛变，现在混不好，又想回来当墙头草，滚！红毛，咱们以前可是朋友，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侮辱人的话？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你算个毛线啊？区3个2级进化者，在本队长面前就是菜鸡。红毛，你欺人太甚！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咱们去投奔江南基地。李凡将奖励分配下去后，整个基地开始翻修重建，绝大部分人都开始服用晶核，8000多幸存者集体卷入了一场进化狂潮。明天就是高武学院招生的日子了，没想到这一觉居然睡了2天，差点误事。不过我已经达到了4级巅峰极限，还是先突破5级再说。晶核入口，李凡立即运转先天一气功，将空气中游离的天地灵气吸入体内。不久，脑海中一声轰鸣，一双透明羽翼在李凡后背缓缓凝聚成型。这就是5级速度异能吗？还衍生出飞行羽翼，很不错。李凡向着昆仑山脉飞行了2个半小时，终于抵达高武学院。原本寂静的雪山，此时人声鼎沸，山脚扎满了帐篷。看来这些人都是来参加选拔的。李凡，没想到你居然也来昆仑山了，难道你也想报考高武学院？你就是李凡，紫火女神的前男友啊！子轩，要不要我替你教训一下他？算了，张宽，在高武学院门口动手，影响不好。另外，我早就说过，我和李凡已经分手，那些黑历史往后不必再提。子轩，你就是太善良了。李凡，我给过你机会的，是你自己没有珍惜。从那天起，我便是你再也高攀不上的女人。希望你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否则后果自负。冯子轩，你真够可以的，连校长都敢嘲讽，觉醒了 S 级异能很牛逼吗？等进了高武学院，你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话事人。寒冰系异能觉醒者楚田一，测试光柱523厘米，元素亲和度523，潜力等级为 S 级。我去，523的元素亲和度，我刚刚测了只有20，他的天赋岂不是比我强了20多倍？冯子轩，火系异能觉醒者，测试火焰元素亲和度556点，潜力等级为 S 级。哼，李凡，被我狠狠打脸了吧？你现在是不是又心痛又后悔？当初我找你复合，你爱搭不理，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考核还在继续，另一边古武学院的考场，蓝天林一招便将教导主任震下擂台。
胡主任可是少林鼓舞一脉的门面，50年的刚猛内力已经达到化境宗师级别，居然输给蓝天灵这个小辈。听说蓝天灵小时候有奇遇，意外习得九阳烈黄诀，年纪轻轻，功力惊人。他是300年来最妖孽的武道天骄，绝非浪得虚名。21岁吊打化境宗师，再过几年，他岂不是要位列先天？他就是蓝天灵，蓝家少主，西川首富，鼓舞一脉最强天骄，21岁的化境宗师，也只有这样的天骄才配做我冯子轩的男朋友。就在这时，一股强横至极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只见高武学院的院长王乾坤脚踏虚空而来，小小年纪便有如此修为，未来的成就可能会远超于我。蓝天灵，你可愿拜入我的门下，成为我的亲传弟子？对不起，王院长，我心中已有师尊人选，他便是昨日江城御剑横空的绝世剑仙。哦，原来你想拜他为师？难道王院长认识此人？他是咱们学院的客座教授兼荣誉校长，李校长的武道修为确实远胜于我。你想要拜他为师，我能理解，不过他是否愿意收你，就不得而知了。元素化翼，他就是天空级强者楚梦娇，楚院长。没想到楚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漂亮。楚田一、冯子轩，你2人可愿做我的亲传弟子？小姨，我愿意。早就和你说过了，工作的时候趁我职务。好的，职务。不，小姨。楚院长，学生愿意拜您为师。很好，今天我一下子收到了2位得意弟子。老王，你好像有点不太行啊！好不容易开口收一次徒，居然还被那蓝家的小子给拒绝了。不得不说，你们鼓舞学院没什么牌面啊。蓝天灵虽然没有拜我为师，但他要拜的李校长也是我鼓舞学院之人，乃堂堂先天大宗师，这与他拜我为师并无区别。那位剑仙分明使用的是精神系异能，以念力御剑，与我异能学院才是一脉，和你鼓舞系有半毛钱关系？一派胡言！李校长御剑飞行时明明剑气纵横，分明是强大的先天罡气所致。那你把李校长请来当面对质。我这就去。李前辈，你可终于来了，晚辈已恭候多时。既然您已经到学院了，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我也好派人迎接？李凡是李校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只是个富二代吗？怎么又成先天大宗师了？还是高武学院的校长？众人正为李凡是荣誉校长而震惊时，天空中骤然出现了3名不速之客。龙夏高武学院重开，竟不邀请我们北米联盟，莫非是看不起我艾瑞克？不好，是北米战神艾瑞克，他是 SS 级精神念力异能者，曾独自斩杀12名天空级强者。艾瑞克长官，就让属下先来试试他们院长的战力吧。黄暴雷霆！老王还不出手？来了，昆仑剑法。 2打1，你们还真是公平。风暴，你也上。风暴领域。龙夏境内，战神止步，北米小子安敢放肆！在我面前还敢班门弄斧，这就是所谓的战神级吗？不过如此。怎么可能？瞬秒2个天空级强者斩战神如切瓜砍菜。李凡，你明明如此强大，为什么偏偏要在我面前装成普通人？难道又是为了考验我吗？艾瑞克可是北米联盟9大战神之一，如今陨落在这里，其余8大战神定不会善罢甘休。北米战神戴安娜已率先突破超越战神境，我们赵云峰元帅为此闭关，冲击更高境界。如果赵元帅不能突破，北米联盟的压制只会变本加厉。不用慌张。 李校长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已经不弱于赵校长了，甚至更强。我龙夏国也不是没有绝世强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即可。学生蓝天灵拜见李校长，求李校长收我为徒，学生愿侍奉师尊左右，潜心修习。蓝天灵，我为何要收你？弟子拜师之心赤诚，愿将名下蓝氏集团200亿股份尽数奉上，只求师尊指点。我操，这蓝天灵居然这么懂事！既然你一片诚心，本座便收你为关门弟子。 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用心学习吧。多谢师尊。您好，冯子轩女士，我们是异能局的调查员，现在怀疑你涉嫌造谣诽谤战神级强者，侮辱并抹黑高武学院李范校长，情节十分严重，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师尊，您帮帮我吧。异能局不会冤枉好人，你就去一趟配合调查吧。不是我造的谣，是林小小。
他说他要当我的经纪人，通过捏造热点帮我立凄惨人设，然后快速积累粉丝，收打赏礼物，直播带货。然而李凡没有理会被带走的冯子轩，而是带着新收下的便宜徒弟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师尊，这是我蓝氏集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您只需在这个协议上签个字，我名下200亿集团股份就属于师尊了。没想到这徒弟的办事效率这么高，深得我心。天灵，既然你我之间已是师徒关系，那为师就好好指点你一番吧。先给我看看你修炼的是何门何派的功法。师尊，这是我侥幸获得的失传已久的绝学神功九阳烈黄诀，但我修炼时真气过于刚猛，导致经脉受损。高人前辈说，若强行冲击先天境，恐怕会有经脉断裂而亡的风险。这九阳烈黄诀确实非同一般，比先天一气功还要霸道，能强行吞噬天地元气，急速修炼。不过容易损伤经脉，需要配合寒冰真气在体内游走才行。一派胡言，误人子弟！你身怀九阳烈黄诀，本就应该披荆斩棘，一往无前。你畏首畏尾，早已失了道心。你只有觉醒了武道意志，才能登顶，明白了吗？师尊，我好像不太懂。你不懂就对了，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这么教，你就这么学。你要练不成，那就是你自己笨。你不懂也很正常，境界太低了。等你突破先天，再去慢慢感受吧。为师这里有一枚天地灵宝，此乃为师在太平洋万米以下斩杀异兽所得的内丹，你且将其服用下去，应该就能修复你受损的经脉。这就是传说中的内丹吗？仅仅一枚一级晶核，就让蓝天灵全身的细胞都开始沸腾，受损的经脉竟然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之下自动愈合，而且还让他的肉身越发强悍。师尊所言让我醍醐灌顶，今日我蓝天灵必破先天，给我破！这就是先天强者的感觉吗？竟如此强大！多谢师尊指导，徒儿方能一日突破先天。若非您的教诲，我至今都还在迷茫。能拜您为师，是我此生的荣幸。他应该是觉醒了力量系异能，这个异能倒是和他的九阳烈黄诀相辅相成，即便不继续服用晶核，也能持续升级进化。若是多给他一些晶核，他岂不是直接飞龙上天？行了，你且回去勤加练习。是，师尊。该我练练这九阳烈黄诀了。大多数的内功修炼方法都差不多，即便是九阳烈黄诀也不例外，只是在经脉运行的路线上有些细微的区别。李凡的经脉屡破屡立，2小时后全身经脉被拓宽了1倍有。看来突破第8重并不能急于一时，我2个小时就完成了一半，已经不算慢了。不过不知不觉中突破到了进化者5级后期，也算是意外惊喜了。刚回到末世的李凡看着焕然一新的龙海基地，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又头疼起来。红毛又和基地里一名4级进化者打起来了。方天画，你这人做事也太不地道了。红毛，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还敢装糊涂？你刚刚是不是跑到孙雨涵面前凑近乎，献殷勤了？怎么，雨涵是基地的核心治疗者，我跟他请教治疗异能技巧，你也要管？岂有此理！你明知我，你还故意凑过去，老子今日非要和你好好切磋切磋。切磋就切磋，谁怕谁啊？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红毛、方天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没打架，就是切磋切磋啊！对，真就是切磋武艺。基地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你们2个能不能都把心思放在基地建设上？外面还有很多幸存者等着我们去解救，你们这样只会消耗我的治疗能量。老大，这是一枚4级兵器晶核，送给您。这颗晶核不是刚才方天画送给你的吗？你拿给我是想兑换什么物资吗？不是的，就是想单纯的送给您，这算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吧。我可以给你一枚4级木系晶核，对你的修炼应该更有用。多谢首领。温文尔雅，谋而后动，有远大的目标和志向，这才是我喜欢的人。对了，先天一气功第8重要逆练全身经脉，如果我修炼时让孙雨涵在旁边疗伤，是不是能加快速度？孙雨涵，你跟我来。难道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吗？雨涵，从现在起，你我就是自己人了。唉，为了解救更多的幸存者，我必须快速升级。等下我修炼的过程可能有点危险，需要你用治疗异能及时帮我疗伤。原来是这样啊！看你好像不太开心，放心，你的帮助我会记住。如果我能突破第8重，就把我的先天一气功传给你。他竟然还会修炼什么功法？莫非这就是他成长速度惊人的原因？终于在2个多小时后，李凡成功自废武功，沦为了一个武学废人。这就结束了吗？这就是先天一气功第8重，我特么练废了。早知如此，还不如练九阳烈黄诀。
练武练废了，那就突破6级吧。庞大能量自李凡体内涌出，形成2股旋转的能量，化作正负漩涡缩入丹田。随后，周围空气中的变异能量被尽数吸收，出现太极图异象。就在此时，先天一气功骤然自行运转，正逆经脉交汇，在磅礴念力下化为吞噬漩涡，100里内的能量被一扫而空。他周身气息巨变，蓦然闭眼，10公里内万物仿佛皆在他感知之中。这是觉醒了意念神识吗？还是晋升6级精神系异能获得的能力？老大，你成功了吗？成功了，谢谢你。我这就教你先天一气功的运行路线，你要配合晶核一起使用，估计很快就能突破。就在李凡与孙雨涵修炼之时，未来基地来了一名绝世美女，请求加入。她好像是欧阳晴雪，国际巨星，国际超模，全球10大美女之一。欧阳小姐，快请进，我们未来者基地欢迎你。我叫红毛，是第1小队的队长。谢谢你们。我和我的团队在渡江的时候遇到了变异水怪的攻击，我因为觉醒了飞行异能，才侥幸逃脱。听闻李凡首领对待进化者和幸存者格外优待，因此前来投奔。欧阳小姐，你来我们基地就对了，我来给你介绍介绍。方天画，你不是要追孙雨涵吗？干嘛又对欧阳小姐如此殷勤？欧阳小姐，还是我来给你介绍吧。果然都是一群肤浅之人。一个5级进化者来我这个小基地干嘛？难道我李凡的名头已经大到可以吸引5级进化者主动加入我的团队了吗？我好像已经突破了第6重，而且我修炼内力后大量服用晶核也不会感受到饥饿，这真的太神奇了。你这个修炼速度和我有的一拼了。外面有个大明星来了，咱们去迎接一下。我看见首领和孙雨涵一起从别墅里面走出来了。看来首领亲自指导，孙雨涵的实力提升很快。方天画和红毛哥这下都不用争了，孙雨涵看来已经做出了选择。其实我早就知道的，孙雨涵并不喜欢我，我原以为能用真诚打动她，结果是我自作多情了。方天画，你想追就追吧，我不拦着你了。红毛这厮太阴险了，孙雨涵都和首领关系这么明显了，我去追不是找死吗？红毛兄弟都是误会，我给孙雨涵4级晶核，一是谢他救命，二是在这末日里多个治疗者朋友就是多条命。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追他，只不过你一上来就动手，我方天画也是队长，自然不能认怂。这李凡毫无格局，跟手下抢利益，目光短浅，不堪大用。这种首领很快就会威望尽失，基地也会一盘散沙，到时候就只能由我这个5级进化者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各位，今天本首领宣布一件事，我已经成功突破6级进化者，所以今晚我要大摆宴席，大家今晚的吃喝全由我负责。哇哦，首领万岁！红毛哥，首领拿出来的烟是什么牌子的？我怎么没见过？还有这冰镇啤酒，我也没见过这种牌子的。你管他什么牌子的，就说喝的爽不爽就完事了。末世开启以来，人与人始终保持着警惕与敌意，而现在整个基地1万多人都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他们才终于感受到作为人的一丝快乐。唉，今晚过后，李凡的威望恐怕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师尊，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帮我举办一场拍卖会。我手里还有10几颗异兽内丹，它不仅可以修复武者经脉，助其突破修为，还能让普通人觉醒异能。我打算起拍价定为1个亿，你觉得如何？师尊，起拍价1个亿会不会太便宜了？此乃太平洋深海万米之下的异兽内丹，我觉得起拍价最少10个亿。如果师尊愿意，徒儿想要优先竞拍5颗内丹。你想不到吧？这种异兽内丹，我空间里面要多少有多少。也罢，既然你如此诚心，那本座就优先卖给你吧。你不用给我现金，给我采购50亿的生活物资即可。难道师尊调查过我，知道我投资了一个大型农业项目，包了5万亩地，结果年年亏损，所以故意要生活物资缓解我的资金压力？师尊大义，我蓝天灵没齿难忘。李凡拥有深海异兽内丹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龙夏各大世家、宗门乃至异能局和军方。不久，王乾坤就直接找上了门。李校长，不知道你手中还有多少颗异兽内丹？还有15颗，怎么了？李校长，你要在高武学院拍卖异兽内丹一事，已经引发了高层的重视。有一位军部领导想要直接买下你所有的内丹，价格翻1倍。可我已经放话说要拍卖，如果现在不卖了，岂不是言而无信？只拿5颗内丹出去拍卖如何？剩下的10颗就直接打包出售给军部吧，就当是我王乾坤欠您一个人情。既然王院长开口，这个面子我必须给。但是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其实我还有多余的内丹，若别人知道我给了你10颗，你必会成为众矢之的。好的，李校长，我一定守口如瓶。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王乾坤走后不久，楚梦娇也找到了李凡。李校长，家父楚霸天6年前意外觉醒了异能，由于异武同修，导致经脉尽断。听闻您手中的异兽内丹有奇效，说不定能帮家父治好伤势。
我楚家愿意出3倍的价格购买您手里所有的内丹。令尊卧病在床6年，这对于一个曾经的化境宗师而言是何等的煎熬。但我手中内丹数量也有限，最多只能卖你10颗。先生高义，这个人情我楚家记下了。但是得先说好，我单独卖给你10颗异兽内丹的事，只能是你我之间的秘密。若是你拿了10颗异兽内丹的事情暴露出去，恐怕其他世家不会善罢甘休。自然，这个秘密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王乾坤这家伙肯定不知道我已经和李校长私底下达成了交易，这波领先了他不止一筹。楚梦娇离开后，教导主任乾隆文又找到了李凡。李校长，钱某这次来是为了异兽内丹一事。刚刚王院长和楚院长都来找过我了，他们想出2倍甚至3倍的价格收购内丹，但都被我严词拒绝了。我李凡岂是那种见钱眼开之人？李校长，我年事已高，若60岁前没能突破先天，恐怕此生再无机会。我知道李校长不看重那些世俗之物，但我这里有一部少林至高绝学易筋经，若是李校长愿意，我愿拿它与李校长交换异兽内丹。也罢，我手里只剩25颗异兽内丹，易筋经乃少林至高武学，我对此怀有崇高的敬意，因此我愿意拿出10颗内丹与你交换，剩下15颗我会拿出去正常拍卖，也算是对大家有个交代。但是我与你私底下交易的事情，可千万要保守秘密。若我能一举突破先天，当时我乾隆文欠李校长一个人情，大恩不言谢。钱主任，你笑容收敛一下，免得被人看穿了。好的，李校长。当乾隆文离开李凡办公室的时候，脸黑的跟锅底一样。钱主任这是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我刚刚看到钱主任去了李校长办公室，应该是碰壁了吧？没准是想和李校长私下交易，被拒绝了。好像王院长还有楚院长都碰壁了。李校长果然刚正不阿，看来咱们还有机会。等到没人再来后，李凡便开始翻阅《易筋经》。哦，原来如此。九阳烈黄诀似乎最早也是出自少林高僧之手。若有易筋经配合九阳烈黄诀，我突破第8重陆地神仙的概率肯定会有很大的提升。李凡修炼了2个小时，不但修为没有进步，反而经脉损伤更加严重。罢了，欲速则不达，这种极限冲刺太伤经脉了，先休息一会儿吧。就在李凡休息的时候，蓝天林主持的拍卖会也顺利结束。师尊，拍卖内丹的钱已经收到了。第1枚卖了300个小目标，后面4枚一共卖了394个小目标。另外，为你准备的物资也已经运到学院门口了。行，你退下吧。李凡刚回到末世，便遭遇持续大暴雨，江水暴涨，越来越多的海兽开始在暴雨中登陆。老大，一部分海兽大军正朝我们基地方向涌来，估计最多半小时，我们就会遭到大规模围攻。海兽大军登陆的速度比我预计的更快，而且今日雨势太大，可能影响枪炮火力。看来我得用些新手段了。李凡从空间中取出一本在高武学院藏书阁找到的剑法秘籍，迅速翻阅。很好，我已经学会了。欧阳小姐，你在我背后做什么？首领，雨下的太大了，我想给您撑把伞。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么主动，恐怕别有目的。不必，我不用打伞。诸位，接下来会是一场硬仗，如果我李凡不敌，战死在兽巢之中，诸位有能力撤离的，便尽快撤离。若我能守住基地，回来再和兄弟们一起摆庆功宴。今日虽千万海兽，无一往矣。没想到一个首领竟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冲到最前面，只可惜他仍是我的任务目标。所有人准备战斗，横扫苍穹！我的妈！我靠！这个男人竟如此神勇！我的义父虽然是6级进化者，但也绝不如他这般霸道。看来此次卧底任务难度系数远超预期。李凡一击斩尽了所有高级海兽，剩下的杂鱼杂虾已经不具备太大的威胁。9个队长分别带领进化者小队登场，开始清理剩余海兽大军。仅仅5个小时，不仅海兽清扫一空，就连战场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大，此战共斩杀海兽约67万头，收获了变异5级海兽内丹1869枚，6级海兽内丹123枚。7级海兽内丹12枚，至于变异海兽肉已经堆积如山了，咱们的仓库恐怕已经放不下。能够冰封保存的就冰封保存，实在放不下的就制作成海鲜干。2天之内，我要让基地所有战斗人员至少提升至2级以上。没问题，老大。另外，你们几个小队长如果想像我一样强，可以找我兑换修炼功法，很便宜，只需要1万枚1级晶核就可以了。这么便宜吗？你确定只是1万枚1级晶核，不是2级晶核或者3级晶核吗？就是1级。首领，我这里刚好有1万枚1级晶核，可以找您兑换功法吗？很好，阿莹，你跟我来吧。本首领现在就传授你先天一气功，我只教你1个小时。
能学多少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1个小时后，暗影已初步掌握先天一气功，开始自行服用金核打通经脉。李凡也在一旁坐下，取出1枚5级海兽内丹服下。5级海兽内丹效果和5级丧尸差不多，这些海兽内丹的属性大多都是偏向水系的。随后，李凡又服用了1颗7级海兽内丹，澎湃的能量瞬间涌向4肢百骸。李凡立刻运转先天一气功第9重，开始疯狂吞吸天地能量，以补充自身消耗，而他的境界也在不断提升。另一边，孟浩宇原本想要接触袁天意打入敌人内，可袁天意根本就不信任他，因此他卧底失败了，差点就被袁天意率领的团队抓住。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失败了，实在愧对李凡首领的信任。我接下来啥也不干，就专门盯着袁天意，只要他猎杀到丧尸，我就抢他的金核。然而他还没有抢到金核，就亲眼目睹海兽大军围攻江南基地，一头8级海怪正好在他眼前被巨型炸弹轰没了。这可是轰了吗？送上门的。孟浩宇直接瞬移到海怪面前，当着江南基地首领袁雄的面，一把夺走了8级内丹。小贼，8级内丹不是你能消化的，赶紧放下，本帅可饶你一命。然而孟浩宇根本不理会，再次瞬移逃走。小兄弟，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放下8级内丹，我给你基地副首领的位子，享用不尽的物资，还给你20颗5级晶核，你不要跑了！我信你个鬼！江南基地都要沦陷了，我要这副首领的位子干啥？8级内丹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你休想夺走！孟浩宇技能发动，一连瞬移了20次，终于逃脱追捕，并顺利脱离了战场。老头想抓小爷我，下辈子吧。有了8级内丹，我孟浩宇未来必成绝世强者。李凡服用7级海兽内丹后，周身关键大穴也被一点点冲开。第301道、第302道、第303道。当308道大穴被冲开的时候，李凡已经持续修炼了20个小时。7级初级，5道之境也突破到了陆地神仙后级，还意外觉醒了3个水系异能。如今掌握了诗云不语之术，倒真有几分龙王之能了。老大，我也突破了，我成功突破了先天之境。行，既然你已经学会了，那咱们出关吧。老大，您总算出关了，我已经收集到1万枚1级晶核了。你的效率还挺高，阿莹，你来指导红毛修炼吧。你已经是先天之境，有资格指导红毛修炼功法了。是暗英姐来指导我修炼吗？哼，难道我不够资格指导你修炼吗？我去，速度系异能者，学会了功法之后，竟然也拥有了远程攻击手段。你这让元素系异能者还怎么活？老大，我也收集到了1万枚晶核，请老大教我功法。孙雨涵，你来指导老鹰功法吧。接下来，几个队长纷纷拿出1万枚晶核，找李凡兑换功法。孟浩宇，你这个叛徒还敢回来？我没有背叛，是老大派我去江南基地当卧底的。现在江南基地被海兽大军攻破，所以我回来了。你看我信不信？吃我一招！他说的没错，是我派他去袁天意身边卧底的。老大，您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我委屈啊。你能安全归队，我就已经很欣慰了。基地第8小队队长的位置，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回到基地的孟浩宇发现大家都突破了，只有他还是4级，于是动了用那颗8级内丹换资源的想法。首领，我有事情想和您汇报。之前江南基地用炸弹炸死了一头8级大海怪，他的内丹恰巧被我得到了。这小子莫非是个气运之子？咋就运气这么好？你想找我换什么？可以直接开口。这是物资清单：晶核、内丹、物资、食材、武器装备、修炼功法、高等变异兽肉，应有尽有。这是我想要的物资，还有我想跟他们一样修炼先天一气功。可以，你要的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另外，我会亲自传授你先天一气功。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算是我门下弟子。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有了先天一气功的加持，手下的实力迅速提升。再把反骨仔孟浩宇留在身边看管，小小末世尽可拿捏。东方蓝国海城未来基地诞生了一名高阶进化者，可以被列为第98号重点观测目标。这个观测目标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暂不干预，让这些载体自行成长吧。能在全球进化浪潮中跻身前100，足以证明其成长潜力。若它能快速突破10级，则有机会被选中，成为高等宇宙生命的重生载体。